离婚，作者老舍。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儿就这么足。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做媒人和反对离婚。在他的眼中，凡为姑娘者必有个相当的丈夫，凡为小伙子者必有个合适的夫人，这相当的人物都在哪里呢？张大哥的全身整个是显微镜兼天平，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位姑娘，脸上有几个麻子，他立刻就会在人海之中找到一位男人，说话有点结巴，或是眼睛有点近视。在天平上，麻子与近视眼恰好两相抵消，上等婚姻。近视眼容易忽略了麻子，而麻小姐当然不肯催促丈夫去配眼镜。马上进行，双方假如有必要交换相片，只许成功，不准失败。自然张大哥的天平不能就这么简单，年龄、长相、家道、性格、八字也都需细细测量过的终身大事，岂可马马虎虎？因此，亲友间有不经张大哥为媒而结婚者，他只派张大嫂去道喜，他自己绝不去参观婚礼，看着伤心。这绝不是出于嫉妒，而是善意的觉得这样的结婚，即使过得去，也不是上等婚姻。在张大哥的天平上是没有半点将就凑合的。离婚，据张大哥看，没有别的原因，完全因为媒人的天平不准。经他介绍而成家的，还没有一个闹过离婚的，连提过这个意思的也没有。小两口打架吵嘴什么的是另一回事儿。一夜夫妻百日恩，不打不爱，抓破了鼻子打青了眼，和离婚还差着1万多里地，远得很呢。至于自由结婚，和离婚是一件事的两端，根本没有上过天平。这类的喜事，连张大嫂也不去致贺，只派人去送一对喜联。虽然写的与挽联不同，也差不很多。介绍婚姻是创造，消灭离婚是艺术批评。张大哥虽然没这么明说，可是却有这番意思。媒人的天平不准是离婚的主因，所以打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必须重新用他的天平估量一回，细细加以分析，然后设法把双方重量不等之处加上些砝码，便能一天云雾散。媒事一大堆，家庭免于离散，律师只得干瞪眼。张大哥的朋友中没有挂律师牌子的，只有创造家配批评艺术，只有真正的媒人会消灭离婚。张大哥往往是打倒原来的媒人，继而为要到法庭去的夫妇的调停者。及至言归于好之后，夫妻便否认第一次的介绍人，而以张大哥为地道的大媒，一辈子感谢不尽。这样，他由批评者的地位仍回到创造家的宝座上去。大叔和大哥最适宜做媒人，张大哥与媒人是同一意义。张大哥来了，这一生出去，无论在哪个家庭里，姑娘们便红着脸躲到僻静地方去听自己的心跳门美女的家庭，除了有丧事，见不着他的足迹。他来过一次，而在10天之内没有再来那一家里，必会有1半个枕头被哭湿了的。他的势力是操纵着人们的心灵，就是家中有40-50岁老姑娘的，也欢迎他来，即使婚事无望，
可是每来一次，总有人把已发挥的生命略加上些玫瑰字儿。二，张大哥是个博学的人，自幼便出京入史，似乎也读过结婚的爱。他必须读书，好证明自己的意见怎样妥当。他长着一对阴阳眼左眼的上皮特别长，永远把眼珠囚进这一半，右眼没有特色，一向是照常办公。这只左眼便是极细密的小筛子，右眼所读所见的一切，都要经过这半壁的左目筛过一番。那被囚禁的半个眼珠是向内看着自己的心的这样，无论读什么，他自己的意见总是最妥善的，那与他意见不合之处，已随时被左眼给筛下去了。这个小筛子是天赐的珍宝。张大哥只对天生来的优越有点骄傲，此外他是谦卑和蔼的化身。凡是经小筛子一筛永不会走到极端上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佬还要再思索3-2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与风格。就好比一座社会的骆驼桥，张大哥的服装打扮是叫车马行人一看便放慢些脚步，可又不是完全停住不走。听张大哥的，没错，凡是张家亲友要办喜事的，少有不这么说的。彩汽车里另放一座小轿，是张大哥的发明，用彩汽车迎娶，已是公认为可以行得通的事。不过大姑娘一辈子没坐过花轿，大小是个缺点，况且坐汽车须在门外下车。闲杂人等不干不净的都等着看新人，也不合体统，还不提什么吉祥不吉祥。汽车里另放小轿，没有再好的办法。张大哥的主意，汽车到了门口，拍，4个人搬出一顶轿屉，闲杂人等只有干瞪眼，除非自己去结婚，无从看见新娘子的面目。这顺手就是一种爱的教育，一种暗示。只有一次，在夏天，新娘子是由轿屉倒出来的，因为已经热昏过去，所以现在就是在秋天彩汽车上顶总备好2个电扇，还是张大哥的发明，不经一事不长一智。3，假如人人有个满意的妻子，世界上绝不会闹共产。张大哥深信此理，革命青年一结婚便会老实起来，是个事实。张大哥于此点颇有证据，因此在他的眼中，凡是未婚的人脸上起了几个小红点，或是已婚的眉头不大舒展，必定与婚事有关，而马上应当设法解决，不然非出事不可。老李这几天眉头不大舒展，一定大有文章。张大哥嘱咐他先吃1片阿司匹林，又告诉他吃1丸清瘟解毒。无效，老李的眉头依然皱着。张大哥给他定了脉案，婚姻问题。老李是乡下人，去张大哥看，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佬，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张大哥知道的山是西山，对于有北山来的卖果子的，都觉得有些神秘不测。最远的旅行，他出过永定门。可是他晓得九江出丝苏杭出绸缎，青岛是在山东，而山东人都在北平开猪肉铺。他没看见过海，也不希望看。
世界的中心是北平，所以老李是乡下人，因为他不是生在北平。张大哥对乡下人特别表同情，有意离婚的多数是乡下人。乡间的媒人，正如山村里的医生，是不会十分高明的。生在乡下，多少是个不幸。他们二位都在财政所做事。老李的学问与资格，凭良心说，都比张大哥强。可是他们坐在一处，张大哥若是像个伟人，老李还够不上个小书记员。张大哥要是和各国公使坐在一块谈心，一定会说出激动人的言语，而老李见着个女招待，便手足无措。老李是光绪末年那脖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孩子们中的一位，说不上来为什么那样不起眼。张大哥在没剪去发辫的时候，看着几乎像张勋那么有福气。剪发以后，头上稍微抹了点生发油，这不既像个银行经理。老李在另一方面，穿上最新式的西服会在身上打转，好像里面蓄着2斤滚成蛋的碎棉花。刚刮净的脸会仿佛顺着刀子冒怀子水，又涩又暗。他递给人家带官衔的财政所第2科科员名片，人家似乎的思索半天，才敢承认这是事实。他要是说他学过银行和经济学，人家便更注意他的脸，好像他脸上有什么对不起银行和经济学的地方。其实老李并不丑，细高身量，宽眉大眼，嘴稍过大一些，一嘴整齐白健的牙，但是他不顺眼。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他使人觉得不舒服。他自己似乎也知道这个，所以事事特别小心。结果是更显着慌张，人家要是给他倒上茶来，他必定要立起来，双手去接，好像只为洒人家一身茶，而且烫了自己的手。赶紧掏出手绢给人家擦抹好，顺手碰人家鼻子一下，然后他一语不发，直到憋急了，抓起帽子就走，一气不定跑到哪里去。做起事来他可是非常的细心，因此受累是他的事儿，见上司、出外差、分私钱、升官，一概没有他的份儿。公事以外，买书看书是他的娱乐，偶尔也独自去看一回电影。不过设若前面或旁边有对摩登男女在黑影中偷偷的接个吻，他能浑身一麻站起就走，皮鞋的铁掌专找女人的脚尖踩。至于张大哥呢，长长的脸并不驴脸呱嗒，笑意常把脸往扁处纵上些，而且颇有些40-50岁的人当有的肉。高鼻子，阴阳眼，大耳唇，无论在哪儿也是个富态的人。打扮的也体面，藏青碧鸡袍，花驼绒里，青素缎坎肩，襟前有个小袋，插着金夹子自来水笔，向来没沾过墨水，有时候拿出来用白绸子手绢擦擦钢笔尖，提着围线漆的金箍手杖，杖尖永没挨过地，抽着英国银星烟斗，一边吸一边用发篮的洋火盒轻轻往下按烟叶，左手的四指上戴着金戒指，上刻着篆字姓名。袍子里面不穿小褂，而是一件西装的汗衫，因为最喜欢汗衫袖口那对镶着假宝石的袖扣。张大嫂给汗衫上钉上4个口袋，于是钱包、图章盒永远不能离身好，随时往婚书上盖章。金表
全有了安放的地方，而且不易被小柳给扒了去。放假的日子，肩上有时候带着个小照相匣，可是至今还没开始照相。没有张大哥不爱的东西，特别是灵巧的小玩意。中原公司、商务印书馆、五彩霞南绣店、亨得利钟表行等的大减价日期，他比谁也记得准确。可是他不买外国货，不买外货便是尽了一切爱国的责任。谁骂卖国贼，张大哥总有参加一起骂的资格。他的经验是与日用百科全书有同样性质的哪一届的事情，他都知道；哪一部的小官，他都做过；哪一党的职员，他都认识。可是永不关心党里的宗旨与主义，无论社会有什么样的变动，他老有事做，而且一进到个机关里，马上成为对的人的张大哥新同事，只需提起一个人，不论是科长、司长还是书记员，他便闭死了左眼，用右眼笑着看烟斗的蓝烟，诚意地听着。等人家说完，他睁开左眼，低声地说：“他呀，我给他做过媒。”从此全机关的人开始知道了，来了位活神仙月下老人的转身。从此张大哥是一边办公一边办婚事，多数的日子是没公事可办，而没有一天缺乏婚事的设计与经营，而且婚事越忙，就是公事也不必张大哥去办。已婚治国，他最忙的时候才这么说。给他来的电话比谁的也多，而工友并不讨厌他，特别是青年工友，只要伺候好了张科员大哥，准可以娶上个老婆。也许丑一点，可是2个箱子、4个匣子的陪送，早就在媒人的天平上放好。张大哥这橙子精神特别好，因为同事的老李有意离婚。老李晚上到家里吃个便饭，张大哥请客，无需问人家有功夫没有，而是干脆的命令着，可是命令的那么亲热，使你觉得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也得说有功夫。老李在什么也没说之中答应了，或者该说张大哥没等老李回答，而替他答应了。等着老李回答一个问题是需要时间的，只要有人问他一件事，无论什么事儿，他就好像电话局司机声同时接到了好几个要码的，非等到逐渐把该删去的观念删净，他无法答对。你抽冷子问他今天天气好，他能把幼年上学忘带了书包也想起来，因此他可是比别人想的精密，也不易忘记了事。早点去。老李家常便饭，为是谈一谈，就说5点半吧。张大哥不好命令到底，把末一句改为上问。好吧，老李把事才听明白，别多弄猜。这句说的好似极端反对人家请他吃饭，虽然原意是要客气一些，老李却是喜欢有人请他去谈谈，把该说的话都细细预备了一番，他准知道张大哥要问他什么。只要他听明白了，或是看透言语中的暗示，他的思想是细腻的。整5点半敲门，其实老李10分钟以前就到了，可是在胡同里转了2、3个圈。他要是相信恪守时刻有益处，他便不但不来迟，也不早到，这才彻底。张大哥还没回来，张大嫂知道老李来吃饭，把他让进去。张大哥是不能够
不是不愿意严守时刻的，一天遇上3个人情，2个放定，碰巧还陪着王太太或是李二婶去看嫁妆守时间，是不可能的。老李晓得这个，所以不怪张大哥。可是对张大嫂说什么呢？没预备和他谈话，大嫂除了不是男人，一切全和大哥差不多。张大哥知道的，大嫂也知道。大哥是媒人，他便是富媒人，语气连长相都有点像张大哥，除了身量矮一些。有时候他看着像张大哥的姐姐，有时候像姑姑，极致他一说话，你才敢决定他是张太太大嫂子的笑声比大哥的高招一个调门。大哥一抿嘴，大嫂的唇已张开，大哥出了声，他已把窗户纸震得直动。大嫂子没有阴阳眼，长得挺俏实，剪了发，过了1个月又留起来，因为脑后没小记，心中觉着失去平衡。坐下，坐下。李老，张大嫂称呼人永远和大哥一致。大哥马上就回来，咱们回头吃羊肉锅子，我去切肉。这里有的是茶瓜子、点心，你自己张罗自己，不客气。把大衣脱了。他把客人的话也附带着说了，笑了2声，忽然止住，走出去。老李始终没找到一句适当的话，大嫂已经走出去，心里舒坦了些。把大衣脱下来，找了半天地方，结果搭在自己的胳膊上。坐下没敢动大婶的点心，只拿起一个瓜子在手指间捻着玩。正是初冬天气，屋中已安好羊炉，可是还没生火。老李的手心出了汗到朋友家去，他的汗比话来的方便得多。有时候因看朋友，他能够治好自己的伤风。以天气说，还没有吃火锅的必要，但是迎食吃穿是生活的一种趣味。张大哥对于羊肉火锅、打卤面、年糕、皮刨、风镜、放爆竹等等，都要做个先知先觉，趣味是比必要更文明的。哪怕是刚有点觉得出的小风，虽然树叶还没很摆动，张大哥带上了风镜，哪怕是天上有2尺来长一块无意义的灰云，张大哥放下手杖，换上小伞。张大哥的家中一切布置全与这吃前期火锅与气象预告的小伞相合。客厅里已摆上一盘木瓜，水仙已出了芽。张大哥是在冬腊月先赏自己晒的水仙，赶到新年再买些花轿熏开的龙爪与玉玲珑。留声机片，老李偷着翻了翻，都是新进出来的，不只是京戏，还有些有声电影的歌片，为小姐们预备的，应有尽有，补足了迎时当令。地上铺着地毯，椅子是老式硬木的，站着似乎比坐着舒服，可是谁也不敢说蓝地浅粉桃花的地毯配上硬木雕花的椅子是不古朴秀雅的。老李有点羡慕，几乎近于嫉妒张大哥，因为羡慕张大哥，进而佩服张大嫂。他去切羊肉，是的，张大哥不用仆人，遇到家中事忙，他可以借用衙门里一个男仆，仆人不怕，而且有时候欢迎瞎诈烟而实际不懂行的主人。干打雷不下雨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可是张大哥永远不瞎诈烟，而真懂行。他只要在街上走几步，得
连狐皮袍带小干虾米的价钱便全知道了，街上的空气好像会跟他说话似的。没有仆人能在张宅做长久了的。张大哥并非不公道不体恤，正是因为公道体恤，仆人时时觉得应当跳回河或上回调才合适。一切家事都是张大嫂的，他永远笑得那么响亮，老李不能不佩服他。可是想了一会儿之后，他微微地摇头了。不对，这样的家庭是一种重担。只有张大哥常识的结晶，活物价表，才能安心乐意担负这个，而后由担负中强寻出一点快乐。一点由擦桌子、洗碗、切羊肉而来的快乐，一点使女子地位低降的不值一斤羊肉钱的快乐。张大嫂可怜。张大哥回来了，手里拿着4个大小不等的纸包，腋下夹着个大包袱。不等放下这些，设法用左手和客人握手。他的握手法是另成一格，永远用左手，不直着与人交握，而是与人家的手成直角，像在人家的手心上诊一诊脉。老李没预备好去诊张大哥的手心，来回翻了翻手，然后没办法，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心的汗。对不起，对不起，早来了吧？坐下，我就是一天下忙，无事忙。坐下，有茶没有？老李忙着坐下，又忙着看碗里有茶没有，没说出什么来。张大哥接着说：我去把东西交给他头向厨房那边点着，就来喝茶，别客气。张大哥比他多着点什么？老李想，什么呢？什么使张大哥这样快活拿着纸包上厨房？这好像和生命、真理等等带着刺儿的字眼离得过远。纸包、三忙、厨房都显着平庸老实质好，也不过和手指、被子一样的味道。可是设若他自己要有机会到厨房去，他也许不反对。火光、肉味，小猫喵喵的叫，也许这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谁知道？老李，张大哥回来陪客人说话，今儿个这点羊肉你吃吧，敢保说好。连卤虾油都是北平能买得到的最好的，我就是吃一口，没别的毛病。我告诉你，老李，男子吃口的味的，女人穿件好衣裳。哈哈哈，他把烟斗从墙上摘下来，墙上一溜挂着5个烟斗。张大哥不等旧的已经不能再用，才买新的，而是使到半路就买个新的来，新就替换着用，能多用些日子。张大哥不大喜欢完全新的东西，更不喜欢完全旧的。不堪再用的烟斗当劈柴烧有味，换洋火人家不要，真使他想不出办法来。老李不知道随着主人笑好还是不笑好，刚要张嘴，觉得不好意思，试了试嘴唇，他心里还预备着等张大哥审他。可是张大哥似乎在涮羊肉到肚内以前不谈身家大事。是的，张大哥以为政府要能在国历元旦请全国人民吃涮羊肉，哪怕是吃饺子呢，就用不着下命令，禁用就立。肚子饱了再提婚事，有了这2样，天下没法不太平。自火锅以至葱花，没有一件东西不是带着喜气的。老李向来没吃过这么多这么舒服的饭，舒服。他这才佩服了张大哥生命观，肚子里有油水，生命才有意义。
上帝造人，把肚子放在中间，生命的中心。他的口腔已被羊肉烫，飘着一层油杏和绿香菜叶，好像是一碗想象的、有诗意的什么动植物合起来的天地精华，给冲的滑腻。言语就像要由滑车往下滚似的。张大哥的左眼完全闭上了，右眼看着老李发烧的两腮。张大嫂做菜、端茶，让客人添汤。换筷子，老李吃高了兴，把筷子掉在地上2回，自己挑肥的吃，夸奖自己的手艺，同时并举，做得漂亮，吃的也漂亮。大家吃完，他马上就都搬运了走，好像长着好几只手，无影无形地替他收拾一切，设若他不是搬运着碟碗杯盘。老李几乎以为她是个女神仙。张大哥给老李一支吕宋烟，老李不晓得怎么办好，为透着客气，用嘴吸燃，而后在手指中夹着专预备淡烟灰。张大哥点上烟斗，烟气与羊肉的余味在口中合成一种新味道，里边夹着点生命的笑意，仿佛是老李。张大哥叼着烟斗，有嘴的右角挤出这么2个字，与一些笑意，笑的纹路走到鼻洼那溜儿便收住了。老李预备好了嘴中的滑车，已加了油，他的嘴唇动了。张大哥把刚收住的笑纹又放松，到了眼角的附近。老李的牙刚稍微与外面的空气接触，门外有人敲门，好似失了火的那么急。等等，老李，我去看一眼。不大一会儿，他带进一个青年妇人来。第二，有什么事？坐下说。二妹妹，张大哥命令着他，然后用烟斗指着老李，这不是外人，说吧。妇人未曾说话，泪落得很流畅。张大哥一点不着急，可是装出着急的样子。说话呀，二妹，你看，您的二兄弟啊，抽了一口气，叫巡警给拿去了，这可怎么好？泪又是3串。为什么呢？苦水井姓张的，闹白喉，叫他给治，抽气，治死了。他以为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治的，反正是治错了。这可怎好？巡警要是枪毙他呢？眼泪更加流畅，还不至有那么大的罪过。张大哥说，就是圈禁1年半载的也受不了啊，家里没人没钱，叫我怎么好？老李看出来他是个新媳妇，大概张大哥是没人。果然，他一边哭一边说，您是没人，我就仗着您了，自然您是为好，才给我说这门子亲。得了，您做好就做到底吧。老李心里说，依着他的辩证法，凡做媒人的还得附带立个收养所。张大哥更显着安坦了，好像早就承认了媒人的责任并不止。于看姑娘上了花轿或汽车，一切都有我呢。二妹不用着急。她向窗外叫，我说你这儿来。张大嫂正洗家伙，一边擦着胡萝卜似的手指，一边往屋里来。刚一开门，哟，二妹妹，坐下啊。二妹妹一见大嫂子，眼睛又开了合。我说，给二妹弄点什么吃。张大哥发了命令。我吃不下去，大哥，我的心在嗓子眼里堵着呢，还吃？二妹妹转向大嫂，您瞧，大嫂子，您的二兄弟叫巡警给拿了去了哟。张大嫂仿佛绝对没想到
巡警可以把二兄弟拿去似的。哟，这怎会说的？今儿拿去的？怎么拿去的？为什么拿去的？张大哥看出来，要是由着他们的姓儿说，大概一夜也说不完。他发了话，二妹既是不吃，也就不必让了二妹夫他怎么当上了医生，不是得警区考试及格吗？是啊，他托了个人情，就考上了。从他一挂牌，我就提心吊胆，怕出了蘑菇。二妹妹虽是着急，可是没忘了北平的土话，她不管什么病，永远下2两石膏，这是玩的吗？这回她一高兴下了半斤石膏，横是下大发了。我常劝她少下石膏，多用点金银花。您知道她的脾气，永远不听劝。可是石膏价钱便宜啊，张大嫂下了个实际的判断。张大哥点了点头，不晓得是承认知道二兄弟的脾气，还是同意夫人的意见。他问，他托谁来着？公安局的一位什么王八高呀？王伯高。张大哥也认识此人。对了，在家里我们老叫他王八高。二妹妹也笑了，挤下不少眼泪来。好了，二妹，明天我天一亮就找王伯高去，有他什么都好办。我这个媒人含糊不了张大哥，给了二妹妹一句，能托人情考上医生，咱们就也能托人把他放出来，那可就好了。我这先谢谢大哥大嫂子二妹妹的眼睛几乎完全干了，可是他出来以后还能行医不能呢？我要是劝着他别多下石膏，也许不致再惹出祸来，那是后话，以后再说。得了，您把事交给我吧，叫大嫂子给您弄点什么吃。哎，这我才有了主心骨。张大嫂知道人一有了主心骨，就非吃点什么不可。来吧，二妹妹，咱们上厨房说话去，就手弄点吃的。二妹妹的心放宽了，胃也觉出空虚来，就棍打腿的下了台阶。那么大哥就多分心吧，我和大嫂子说会子话去。他没看老李，可是一定是像他说的，您这儿坐着。大嫂和二妹下了厨房。老李把话头忘了，心中想开了别的事儿。他不知是佩服张大哥好，还是恨他好。以热心帮助人说，张大哥确实有可取之处；以他的办法说，他确实可恨。在这种社会里，他劲儿一想，这种可恨的办法也许就是最好的。可是这种敷衍木下的办法虽然是善意的，似乎只能继续保持社会的黑暗，而使人人乐意生活在黑暗里，偶尔有点光明，人们还许都闭上眼，受不住呢。张大哥笑了，老李，你看那个小媳妇儿，没出嫁的时候真是个没嘴的葫芦，一句整话也说不出来。看现在小梆子似的，刚出嫁不到一年，到底结婚。他没往下说，似乎是把结婚的赞颂留给老李说。老李没言语，可是心里说，马马虎虎当医生，杀人都不值得一考虑。托人把他放出来。张大哥看老李没出声，以为他是想自己的事呢。老李，说吧。说什么？你自己的事儿，成天的皱着眉，那些事儿。没事儿。老李觉得张大哥很讨厌，不过心中觉着难过、苦闷，用个心字儿。大概在这种社会里，是个有点思想的，就不能不苦闷。除了呀，老李的脸红了。不用管我，
张大哥笑了，左眼闭成一道缝。不过我也很明白些社会现象，可是话也得两说着。社会黑暗，所以大家苦闷，也许是大家苦闷，社会才黑暗。老李不知道怎样好了。张大哥所谓的社会现象、黑暗、苦闷，到底是什么意思？胭脂他的黑暗，不就是连阴天的意思呢？你的都是长。老李本来是这么想，不觉得说了出来。连头上都出了汗，不错，我的都是常识。可是离开常识，怎么活着？吃涮羊肉不用卤虾油，好吃，哈哈。老李半天没说出什么来，心里想常识就是文化，皮肤那么厚的文化的一些小毛孔，文化还不能仗着一两个小毛孔的作用而活着。一个撕肺病的，就是多长些毛孔又有什么用呢？但是不便和张大哥说这个，他的宇宙就是这个院子，他的生命就是瞎热闹一回，热闹而没有任何意义。不过他不是个坏人，一个黑暗里的小虫，可是不咬人。想到这里，老李投降了，设若不和张大哥谈一谈，似乎对不起那么精致的一顿涮羊肉，常识是要紧的。他的心中笑了笑，吃完羊肉站起告辞，没有常识。不过为敷衍常识而丢弃了真诚，也许张大哥等着我说话呢。可不是，张大哥吸着烟，眨巴着右眼，专等他说话呢。我想老李看着西上说，苦闷并不是由婚姻不得意而来，而是这个婚姻制度根本要不得。张大哥的烟斗离开了嘴唇，老李仍然低着头说，我不想解决婚姻问题，为什么在根本不当存在的东西上花费光阴呢？共产党！张大哥笑着喊，心中却是不大得劲。在他的心中，共产之后便共妻，共妻便不要媒人，应当枪毙。这不是共产。老李还是慢慢的说，可是话语中增加了力量。我并不想尝尝恋爱的滋味，我要追求的是点诗意。家庭、社会、国家、世界都是脚踏实地的，都没有诗意。大多数的妇女，已婚的未婚的都算在内，是平凡的，或者比男人们更平凡一些。我要哪怕是看看呢。一个还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子，情热像一首诗，愉快像一些乐音，真纯像个天使。我大概是有点疯狂，这点疯狂事儿，假如我能认识自己，不敢浪漫，而愿有个梦想，看社会黑暗而希望马上太平，知道人生的宿命而想象一个永生的乐园，不许自己迷信而愿有些神秘。我的疯狂是这些个不好形容的东西组合成的。你或者以为这全是废话，很有趣，非常有趣。张大哥看着头上的几圈蓝烟，练习着由烟色的深浅断定烟叶的好坏。不过诗也罢，神秘也罢，我们若是能由切近的事做起，也不妨先去做一些。神秘是顶有趣的，没事儿我还就是爱读个剑侠小说什么的。神秘，火烧红莲寺，可是希望见侠而不可得，还不如给。假如有富余钱的话，叫花子1毛钱。诗，我也懂一些，千家诗，唐诗300首。小时候就读过，可是诗没叫谁发过财，也没叫我聪明到哪儿去。我倒以为写比顺顺溜溜的小文章更有用处。
你还不能用诗写封家信什么的哎。我老实不客气地讲，你是不愿意解决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因此，你把实际的问题放在一边，同时在半夜里胡思乱想。你心中那个妇女不是实有其人，一点实意，不管是什么吧。哼，据我看诗意也是妇女，妇女就是妇女，你还不能用八人大轿到你家去取诗意。简单干脆地说，老李，你这么胡思乱想是危险的，你以为这很高超，其实是不硬气。怎说不硬气呢？有问题不想解决，半夜三更闹诗意玩，什么话？壮起气来解决问题，事实顺了心，管保不再闹玄虚，而是追求用您个新字眼涮羊肉了。哈哈哈，你不是劝我离婚？当然不是。张大哥的左眼也瞪圆了，宁拆七座庙，不破一门婚。况且你已娶了好几年，一夜夫妻百日恩，离婚？什么话？那么怎么办呢？怎么办？容易的很，回家把弟妹接来。她也许不是你理想中的人儿，可是她是你的夫人，一个真人，没有您那些聊斋志异。把她一接来，便万事亨通。老李定了一板，不敢说万事亨通，反正比您这万事不通强得多。张大哥真想给自己喝一生财，他有不懂得的地方呀，教导他。小脚啊，放，剪发不剪发，似乎还不成什么问题。自己的夫人自己去教，比什么也有意味。结婚还不就是开学校？张大哥，老李要笑，没笑出来。哼，还就是开学校。张大哥也来得不弱，先把他放在一边。你不是还有2个小孩吗？小孩也需要教育，不爱理他呀，跟孩子们玩会儿，教他们几个字，人、山水、土田，也怪有意思。你爱你的孩子，张大哥公道大本营，老李没话可讲。无论怎样不佩服对方的意见，他不敢说他不爱自己的小孩们。一见老李没言语，张大哥就热打铁，赶紧出了办法。老李，你只需下乡走一遭，其余的全交给我了。租房子、预备家具，全由我呢。你要是说不便多花钱，咱们有简便的办法。我先借给你点木器，万一他真不能改造呢，再把他送回去。我再把东西拉回来，绝不会瞎花许多钱。我看他绝不能那么不堪造就，没有年轻的妇女不愿和丈夫在一块的。他既来了，你说东他就不能说西。不过为事情活便起见，先和他说好了，这是到北平来玩几天，几时有必要就把他送回去。是要往厂里看话，可得活说着。听你张大哥的，老李，我办婚事办多了，我准知道天下没有不可造就的妇女。况且你有小孩，小孩就是活神仙，比你那点诗意还神妙得多。小孩的哭声都能使你听着痛快，家里有个病孩子也比老光棍的心里欢喜。你打算买什么来？开个单子，钱我先给垫上。老李知道张大哥的厉害，他自己要说应买什么，自然便是完全投降。设若不说话，张大哥明天就能硬给买一车东西来。他要是不收这一车东西，张大哥能亲自下乡把李太太接来。张大哥的热心是无限的，能力是无限的。只要吃了他的涮羊肉，他叫你取一头黄牛，也得算着
老李急得直出汗，只能说：“我再想想。”干嘛？再想想啊，早晚还不是这么回事儿。老李从月亮上落在黑土道上，从诗意一降而为接家眷。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就以接家眷说吧，还有许多实际上的问题，可是把这些提出讨论，分明是连再想想也取消了。可是从另一方面想，老李急得不能不从另一方面想了。生命也许就是这样，多一分经验，便少一分幻想。以实际的愉快平衡实际的痛苦。小孩，是的，张大哥晓得痒痒肉在哪儿，老李却是有时候想摸一摸自己儿女的小手，亲一亲那滚热的脸蛋。小孩把女性的尊严给提高了。老李不言语，张大哥认为这是无条件的投降。3. 设若老李在厨房里，他要命也不会投降。这并不是说厨房里不热闹。张大嫂和二妹妹把家常事说得异常复杂而有趣，丁二爷也在那里陪着二妹妹打扫残余的不大精致的羊肉片。他是一言不发，可是吃得很英勇。丁二爷的地位很难规定，他不是仆人，可是当张家夫妇都出门的时候，他管看家与天火。在张大哥眼中，他是个例外，一个男人没家没业，在亲戚家住着。可是从张家的利益上看，丁二爷还是个少不得的人，既不愿用仆人夫妇，又有时候不能不一起出门，找个白吃饭而肯负责看家的人有事实上的必要。从丁二爷看呢，张大哥若是不收留他，也许他还能活着，不过不十分有把握，可也不十分忧虑这一层。丁二爷白吃张家，另有一些白吃他的一些小黄鸟。他的小鸟无需到街上去溜，好像有点小米吃便很知足。在张家夫妇都出了门的时候，他提着他们都在一个大笼子里，在院中溜弯。他们在鸟的世界中大概也是些例外，秃尾巴的，烂眼边的，向上缺着一块毛的破翅膀的，个个有点特色，而这些特色使他们只能在丁二爷手下的个地位。丁二爷吃完了饭，回到自己屋中，和小鸟们闲谈花和尚、插翅虎、豹子头，他就着每个小鸟的特色起了鲜明的名字。他自居及时雨宋江。小屋里时常开着英雄会。他走了，二妹妹帮着张大嫂收拾家伙。秀珍还在学校里住呢。二妹妹一边擦筷子一边问：“秀珍是张大嫂的女儿，可不是？”“别提了，二妹妹，这年头养女儿才麻烦呢。”哗，一壶开水倒在绿盆里。“您这还不是造化，有儿有女。大哥又这么能事，吃的喝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话虽是这么说啊，二妹妹一家有一家的难处，看你大哥那么精明，其实全是。这就是咱们姐俩这么说下哥，儿子他管不了，女儿他管不了，一天到晚老是应酬亲友，我一个人是苦活，买也是我，做也是我，儿子不回家，女儿住学校，事情全交给我一个人，我好像是大家的总打杂的，而且是应当应分，有吃有喝有穿有戴不错，可是谁知道我还不如一个老妈子。张大嫂还是笑着，可是腮上露出些红斑。当老妈子的有个辗转腾挪的歇会儿就歇会儿，我这一家子的事全是我的。
从早到晚手脚不识闲，提起您大哥来，那点狗脾气说来就来。在外面他比子孙娘娘还温和，回到家从什么地方来的怒气全冲着我发散。他叹了一口长气，可是啊，这又说回来了，谁叫咱们是女人呢？女人天生的倒霉就结了，好处全是男人的，坏处全是咱们当老娘们的，认命。由悲观改为听其自然，张大嫂惨然一笑：“您可真是不容易，大嫂子。我就常说，像您这样的人真算少有，说喜就喜，说做就做。”买东到西什么全称？张大嫂点了点头，心中似乎痛快了些。二妹妹接着说：“我多咱要能赶上您一半也就好了。”二妹妹，别这么说，您那点家事儿也不是个二五眼能了得了的。张大嫂觉得非这么夸奖二妹妹不可了。二兄弟一月也抓几十块呀，哪摸准去亲友，大半是不给钱，到结了年了的送点茶叶什么的，家里时常的茶叶比白面多，可是光喝不吃还不行。干什么也别当大夫看好了病，不定给钱不给，看错了得砸扁。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有时候真觉着活着和死了都不大吃劲。二妹妹也叹了口长气，我就是看着人家新派的姑娘小媳妇们还有点意思，一天到晚走走逛逛，针也不拿，线也不动，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哼，张大嫂接过去了，白天走走逛逛，夜里挨揍的有的事儿。女的就是不嫁人好。二妹妹又接过来，老姑娘可又看着花轿眼馋呢。哎，两位妇人同声一叹，一时难以继续讨论。二妹妹在炉上烤了烤手，待了半天。二妹妹打破寂寞，大嫂子，天真还没定亲事呢。那个老东西，张大嫂的头向书房那边一歪，一天到晚给别人家的儿女张罗亲事，可就是不管自己的儿女。也别说读书识字的小人们也确实难管，这个年头哪都像咱们这么傻老呢。我就不信一个做父亲的管不了儿子，我就不信。张大嫂却是挂了气。二妹妹，你大概也看见过，太不似接其家的大姑娘，模样是模样，活计是活计，又识文断字，又不疯野。我一跟她说，呵，她的话可多了，又是什么人家是做买卖的咧，又是姑娘脸上却斑多咧。哪个姑娘脸上没雀斑呀？擦厚着点粉不就全盖上了吗？我娶儿媳妇要的是人，谁管雀斑呢？外国洋妞脸上也不能一顺白。我提一回，她驳一回，现在人家嫁了个团长，成天呜呜的坐着汽车有雀斑，感情要坐汽车也一样的坐呀。二妹妹乘着大嫂喘气，补上一句，我脸上却斑倒少呢。那天差点叫汽车给砸在底下，齐家这个让他给耽误了，又提了家姓王的姑娘疯得厉害，听说一天到晚定在东安市场，头发烫得像卷毛鸡，夏天讲究不穿袜子。我一听，不用废话，不要，我不能往家里取卷毛鸡，不能。您大哥的话又多了，说人家有钱有势，定下这门子亲，天真毕业后不愁没事情做。可是及至天真回来，和爸爸说了三言五语，这回事又干茬不提了。天真说什么来着呢？
二妹妹问，敞开儿是糊涂话。她说，非毕业后不订婚。又是什么要订婚，也不必父亲分心，自由婚。二妹妹似乎比大嫂更能扼要地形容，就是自由，什么都自由。就是做妈妈的不自由，一天到晚，一年到头，老做饭，老洗衣裳，老擦桌椅板凳。那个老东西听了儿子的，一声也没出，只吧唧吧唧地咂他的烟袋，好像他是吃着儿子，不是儿子吃着爸爸。我可气了，可不是说我愿意要那个卷毛机，我气的是儿子老自由，妈妈永远使不上媳妇儿。好了，我什么也没说，站起来就回了娘家，心里说，你们自由吧，我老太太也休息几天，去饭没人做呀，活该。张大嫂一活该，差的把头后的小计给震散了，是得给他们一手看看。二妹妹12分表同情，可是张大嫂又惨笑了一下。虽然这么说不是，我只走了半天，到底舍不得这个破家，又怕火灭了，又怕丁二爷废了劈柴爱，自己的家就像自己的儿子，怎么不好也舍不得，一天也舍不得。我没那个狠心。再说老姑奶奶了，回娘家也不受人欢迎，到如今婚事还是没定。张大嫂摇摇头，摇出无限的伤心。秀珍呢？那个丫头片子比谁也坏，入了高中了，哭天喊地非搬到学校去住不可，脑袋上也烫得卷毛鸡似的。可是那个小庞影，哎，真好看，小苹果脸，上面蓬蓬着黑头发也别说，新打扮要是长得俊也好看。你大哥不管他，我如何管得了？按说18、9的姑娘了，也该提人家了。可是你大哥不肯撒手自然啊，谁的鲜花似的女儿谁不爱？可是，哎，不用说了，我手心里老捏着把凉汗，多咱他一回来，我才放心，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只要一回来，不是买丝袜子，就是闹皮鞋，一个驳回，立刻眉毛挑起1尺多高，一说声养女，把老心使碎了，他们一点也不知情。可是不为儿女，咱们奔的是什么呢？二妹说了极盛名的话，哎，张大嫂又叹了口气，似乎是悲伤，又似乎是得了些安慰。话转了方向，张大嫂开始盘问二妹妹了，妹妹还没有席呢？二妹妹迎头叹了口气，眼圈红了。二妹妹含着泪走了。大嫂，千万求大哥多分点心。回到公寓，老李连大衣也没脱，便躺在床上，枕着双手，向天花板发愣。失忆也罢，实际也罢，他被张大哥打败，被战败的原因不在思想上，也不在口才上，而是在他自己不准知道自己，这叫他觉着自己没有任何的价值与分量。他应当是个哲学家，应当是个革命家，可是恍惚不定，他不应当是个小官，不应当是老老实实的家长，可是恍惚不定，到底，哦，没有到底，一切恍惚不定。把他接来。要命的双脚，那一对红裤子绿袄的小孩，这似乎不是最要紧的问题，可是只有这么想还比较的具体一些，心里觉得难受。而难受又没有一定的因由，他不敢再去捉弄那漫无边际的理想，
理想使他难受的渺茫，像个随时变化而永远阴惨的梦。离婚是不可能的，他告诉自己，父母不容许，怎肯去伤老人们的心？可是天下哪有完全不自私的愉快呢？除非世界完全改了样子，小资产阶级的伦理观念和世上乐园的实现相距着多少世界？老李他自己审问自己，你在哪儿站着呢？恍惚，脚并不是他自己裹的，绿裤子也不是他发明的，不怨他，一点也不怨他。可是难道怨我？可怜他好，还是自怜好横？情感似乎不应当在理智的伞下走，遮去那温暖的阳光。恍惚，没有办法，我在城里忍着，他在乡间忍着。眼不见心不烦，只有这一条不是办法的办法。可是到底还不是办法，管他呢，能耗一天便耗一天。老婆到底不是张大哥的。拿起本书来看了半天，不晓得看的是哪本。去洗个澡，买点水果，借大公报看看，始终没动。再看书，书上的字恍惚，意思渺茫。焉知他不能改造？为何太没有勇气？没法改造。要是能改造，早把我自己改造了。前面一堵墙，推开它，那面是荒山野水，可是雄伟辽阔，不敢去推，恐怕那未经人吸过的空气有毒。后面一堵墙，推开它，那面是床围桌椅，炉火茶宴，不敢去推，恐怕那污浊的空气有毒。站在这儿吧，两墙之间站着个梦里的人。2号房里来了客人，说笑得非常热闹。老李惊醒过来，听着人家说笑，觉得自己寂寞。小孩们的教育，应当替社会养起些体面的孩子来。他要摸摸那4只小手，4只胖软、热，有些香蕉糖味的小手，手背上有些小肉窝，小指甲向上翻着，就是走桃花运。肥猪送上门来，我也舍不得那2个孩子。老李告诉他自己，老李闭上了眼，他似乎只是孩子的妈。他怎样笑？想不起。他会做饭，受累。2号似乎还有个女子的声音鼓掌了，一男一女合唱起来。自己的妻子呢，只会赶小鸡、叫猪和大声吓孩子，还会撒村骂街呢，非自己担起教育儿女的责任不可，不然对不起孩子们。还不能只接小孩，不接大人。越想越没有头绪，这是生命呢，还是像生命之前来了呢？他问自己，他的每一思念，每一行为都带着注脚，不要落伍。可是同时他又要问，这是否正当？拿什么做正当与不正当的标准？还不是诗云子曰，他的行为合乎良心的，必须向新思想道歉。他的思想合乎时代的，必须向那个鬼影道歉。生命是个两截的，正像他妻子那双改足脚。老李不敢再想了，张大哥是圣人，张大哥的生命是个完整的。第3，太阳还没出来，天上浮着层灰冷的光。土道上的车辙，有些双髻骆驼的背上与项上挂着些白穗，鼻子冒着白气。北平似乎改了样，连最熟的路也看着眼生。庞大、安静冷峭、驯顺，正像那连脚步声也没有的骆驼。
老李打了个哈欠，眼泪下来许多，冷气一直吸入胸中，特别的痛快。越走越亮了，清亮的电灯渐渐的只剩一些金丝了，天上的辉光染上些无力的红色，太阳似乎不大愿意痛快的出来。极致出来光还是很淡，连地上的影子都不大分明。远处有电车的铃响，街上的人渐渐多起来。人们好似能引起太阳的热力，地上的也明显了许多，墙角上的光特别的亮。换火柴的妇女背着大筐，筐虽是空的，也还往前探着身走。穷小孩们扛着丧事起伞的杆子，一边踏拉着破鞋疾走，一边互相叫骂。这也是孩子，老李对自己说。看那个小的，至多也不过8岁，一身的破布，没有一块够2寸的，腿肚子、脚趾头全在外边露着，脏、破烂，骂人骂的特别的响亮。这也是孩子，老李可怜那个孩子，同时不知道咒骂谁才好。家庭、社会似乎都该骂，可是骂一阵有什么用呢？往切近一点想吧。心中极不安的，又要向谁道歉似的，先管自己的儿女吧。走到了中海，海中已薄薄的冻了一层冰，灰绿上照着层亮光。桥下一些枯荷梗与短尾都冻在冰里，还有半个破荷叶，很像长锈的一片马口铁。迎头来了一乘彩轿，走得很快，一望而知是到乡下迎娶的，所以发轿这么早。老李呆呆地看着那乘喜轿，神秘、奇怪、可笑，可是这就是真实，不然人们不会还这么敬重这家大的鸟笼似的。玩意他心中似乎有了些鼓励。做彩轿的姑娘大概非常的骄傲，不向任何人致歉。他一直走到西四牌楼，一点没有上这里来的必要与预计，可是就那么来到了。在北平住了这么些年了，就没在清晨到过这里。猪肉、羊肉、牛肉、鸡，活的死的；鱼，死的活的，各样的菜蔬，猪血与葱皮冻在地上。多少条鳝鱼与泥鳅在一汪水里乱挤头上，顶着些冰凌。泥鳅的眼睛像要给谁催眠似的瞪着，乱、腥臭、热闹。鱼摊旁边吆喝着腿袋子买好袋子。剃头的人们还没来，小白布棚已织好，有人正扫昨天剃下的短硬带泥的头发。拔了毛的鸡与活鸡紧邻的放着，活着的还在笼内争吵与打鸣。贩子掏出一只来，嘎啊嘎，没打好价钱，拍的一扔，扔在笼内。半个翅膀掩在笼盖下嘎。一只大瘦狗偷了一挂猪肠，往东跑，被屠户截住，肠子掉在土上，拾起来照旧挂在铁钩上。广东人、北平人、上海人，各处的人，老幼男女，都在这腥臭污乱的一块地方挤来挤去。人的生活在这里是屠杀、血肉与污浊。肚子是一切吞噬了整个世界的肚子，在这里没有半点任何理想，这是肚子的天国。奇怪，尤其是妇女们，头还没梳，脸上挂着隔夜的泥鱼粉，谁知道下午上东安市场的也是他们。老李这是头一次来观光，惊异有趣，使他似乎抓到了些真实，这是生命，吃
什么也吃，人却是为面包而生。面包的不平等是根本的不平等。什么失忆？瞎扯！为保护自家的面包而扼杀别人，和为争面包而战争，都是必要的。西四牌楼是世界的雏形，那群男女都认识这个地方。他们真是活着呢，为肚子活着，不为别的。张大哥对了，为肚子而战争是最切实的革命，也对了。只有老李不对。他在公寓住惯了，他总以为公寓里会产生炒木稀肉与豆腐汤。他以为封建制度是浪漫的史记。他以为阶级战争是条诗意的道路。他不晓得这块兴味的土是比整个的北平还重要。他只有2条路可走：去空洞的做梦，或切实的活着。后者还可以再分一下，为抓自己的面包活着，或为大众争面包活着。他要是能在2者之中选定一条，他从此可以不再向生命道歉。牌楼底下，热豆浆、杏仁茶、枣切糕、面茶、大麦粥都冒着热气，都有股特别的味道。切糕上的豆切开后，像一排鱼眼睛，看着人们来吃。老李立在那里，喝了碗豆浆。老李决定了接家眷，先这么活着试试，可是始终想不起什么时候下乡去。张大哥每天早晨必定报告一些消息。房子订好了，看看去。何必看？您的眼睛不比我的，有准老李把感激的话总说的不受听了。好在张大哥明白老李的为人，人不但不恼，反觉得可以自傲。3张桌子，6把椅子，一个榆木擦漆的，漆皮稍微有些不大好看了。衣橱暂时可以对付了吧？第2天早晨的报告，老李只好点头，表示可以对付。及至张大哥报告到茶壶茶碗也预备齐了，老李觉得非下乡不可了。张大哥给他出主意，请了5天假。临走的时候，老李嘱咐张大哥千万别向同事的说这个事儿。张大哥答应了，绝不走漏消息。老李从后门绕到正阳门，想给父母买些北平特有的东西，这个自然不好意思再向张大哥要主意，只好自己去探险。走了一身透汗，什么也没买。最大的原因是看着铺子们眼生，既不能扼要的决定买什么，又好像怕铺子们不喜欢他的照顾。一进去也许有被咬了一口的危险。最后还是在东安市场买了些果子，虽然明知道香蕉什么的并不是北平的出产。又添了6个罐头商标的材质，印的还怪好看的。老李走后的第2天，衙门里的同事几乎全知道了，李太太快来了。张大哥确实没有泄露消息，消息广播的总站是赵科员。赵科员听戏永远拿着红票，凡是发红票的时候，他不是第1也是第2，得到几张运动会给职员预备的秩序单，他手里总会有一份。上运动会或任何会场听戏，赵科员手里永远拿着个纸卷，用作打熟人脑袋的兵器。打了人家的脑袋，然后你也来了。他对于别人的太太极为关心。接家眷据他看，就是个人的展览会，虽然不发入场券，可是他必是头一个去瞧一眼的。女运动员、女招待、女戏子等等，都是预备着为他瞧的，别无异议。对于别人的夫人，
也是这样，瞧一眼去，便是瞧人家的脸、脖子、手、脚，与一切可以被生人看见的地方。他做梦的时候，女子全是裸体的。经赵科员看了一眼之后，衙门中便添上多少型有趣的谈话资料。赵科员等着老李接家眷，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平日他评论妇女的时候，老李永不像别人那样痛痛快快的笑，那就是说不能尽量欣赏，所以他一心的盼望瞧老李一手。赵科员的长相与举动和白丁系的红票差不多，有实际上的用处，而没有分毫的价值，因此耳目口鼻都没有一定地位的必要。事实上，他说话的时节，五官也却随便挪动位置，眼珠像俩炒豆似的满脸上蹦，笑的时候小尖下巴能和脑门挨上。他自己觉得她很漂亮，这个自然是旁人不便干涉的。他的言语很能叫别人开心，他以为这是点天才。当着老王，他拿老李开心；当着老李，他拿老王开心；当着老王老李，拿老孙开心。实在没法子的时候，利用想象，拿莫须有先生开心。老李接人去了，赵科员的眼睛挤得像一口热汤烫了嗓子那样。是吗？大家的耳朵全竖起来。是吗？请了5天假，5天，5天。平日他连迟到早退都没有过，可就是啊，等瞧一眼吧。赵科员心里痒了一下，头发根全直刺闹得慌。小赵，你这回要是不同我们一块儿去留神你的皮，不包了你的。邱先生说，赵，你饶了人家老李吧，何苦呢？人家怪老实的。吴先生沉着气说。吴先生直着腰板，饭碗大的拳头握着只羊毫，写着酱肘子体的字，脸上通红，心中一团正气。是的，吴先生是以正直自夸的，非常的正直，甚至于把自己不正直的行为也视为正直。小赵是他的亲戚，他的位置是小赵给运动的，可是没把小赵放在眼里，因为自己正直。前者因为要纳妾，被小赵扩大的宣传，弄到吴太太耳中，差点没给吴先生的耳朵咬下一个来，所以更看不起小赵。小赵也确实有些怕吴先生那一对拳头。赵科员不言语了，心中盘算好怎样等老李回来，怎样暗中跟着他，看他在哪里住，而后怎样约会同事的们，不要老吴，而且先瞪他一眼，去瞧一眼，或者应说去打个茶杯。邱先生是个好人，不过有点苦闷，所以对此事特别的热心，过来和小赵嘀咕。大家合伙买2斤茶叶，瞧他一眼，还弄老李一顿饭吃。你的司令。吴先生把这个事儿告诉了张大哥，张大哥笑了一笑，没说什么。张大哥热心为朋友办事是真的，但是为朋友而得罪另一朋友不便。张大哥冬季的几吨煤是由小赵假公济私运来的1吨，可以省着3、4块钱，似乎不必得罪小赵。即使得罪了小赵，除了少烧几吨便宜煤，也倒没多大的关系。可是得罪人到底是得罪人，况且便宜煤到底是便宜煤。不过不得罪小赵是一件事，为老李预备一切又是一件事。张大哥又到给老李租好的房子看了一番，房子是在砖塔胡同，
离电车站近，离市场近，而胡同里又比兵马司和丰盛胡同清静一些，比大院胡同整齐一些，最宜于住家。指着科员们说：三合房老李住北房5间，东西屋另有人住。新房油饰的出色，就是天生来的房顶爱漏水。张大哥晓得，自从女子剪发以后，北平的新房都有漏水的天性，所以一租房的时候，就先向这肉嫩的地方指了一刀，结果是减少了2块钱的房租，每月省2元，自然可以与下雨在屋里打伞的劳苦相抵。况且漏水与他房还相距甚远，不必过滤。张大哥到屋里又看了一遍，屋里有点破面味，遍地是烂纸、破袜子，还有2个旧油篓和4、5个美丽烟的空桶，都没有盖，好像几只大眼睛替房东看着房窗户，在秋天并没糊过，只把冷布的纸帘好歹的粘上，玻璃上抹着个样的黑道，纸棚上好几个窟窿，有1、2处垂着纸片，似乎与地上的烂纸遥相呼应。张大哥心中有点不痛快，并不是要专责备由这个屋里搬走的人们，而是想起自己那2处吃租的小房，人们搬家的时候也是这样毁坏。租房住的人和老鼠似乎是亲戚，窗户当然要重新糊过，棚似乎不必管，墙上不少照片与对联的痕迹，四围辉煌，整整齐齐的几个方的鱼长的白印儿也不必管，老李还能没些照片与对联，照原来的白印儿挂上就行。张大哥以为没有照片与对联的不能算作文明人，把这些计划好，张大哥立在当中的那一间，左右一打眼，心中立刻浮出个具体的设计，当中做客厅，1张8仙桌，4把椅子，东西2间，每间1张桌，1把椅，太少点，暂时将就吧。不，客厅也来2把椅子吧，东间做书房。哦，没有书架子呀。老李是爱买书的人，傻瓜，每月把书费省下，有几年的功夫能买1处小房，信不信？还得给他去弄个书架子，西间放那个衣橱，东西套间，1间卧室，1间厨房，床是有了，厨房还短着案子，还显着太简单。科员的家里是简单不得的，不过挂上些照片与对联，也许稍微好些。况且堂屋还得安洋炉子，张大哥立刻看看后檐墙有出洋炉烟管子的圆孔没有，有个碟子大的圆洞，糊着张纸，四围有些烟迹，像被黑云遮住的月亮，心中平安了许多。冬天不用洋炉子，不文明。计划好一切，终于觉得东西太少。可是虽然同是科员老李究竟是乡下人，这便又差一事了。乡下人还懂得哪叫4称，哪叫8文。有好桌子也是让那对乡下孩子给抹个乱七八糟好了，只需去找裱糊匠来糊窗子和打扫地上。得，就是他。张大哥出来重新端详了街门一番，不错，小洋式门，上面有2个洋灰堆成的狮子，虽然不十分像狮子，可是有几分像哈巴狗呢，就算手艺不错。两狮之间有个碟子大小的八卦，狮子与八卦联合起来，力量颇足以抵得住一对门神爷。张大哥很满意，文明房必须有洋式门，
门上必须有洋灰狮子，况且还有八卦。张大哥马上去找裱糊匠熟人，不用讲价钱，或者应说裱糊匠不用讲价钱，因为张大哥没等他张嘴，已把价钱定好。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糊窗户是苦买卖，可是裱糊喜棚呢，糊名医呢，不能不拉这些生意啊。凡是张大哥为媒的婚事，自然张大哥也给介绍裱糊匠。不幸新娘或新郎不等白头到老，便死去一位呢，张大哥少不得又给张罗糊名医。裱糊匠是在张大哥手心里呢，说好了怎样糊窗户，张大哥就手打听金银箔现在卖多少钱一刀。和纸人的坟脸涨了价钱，没有张大哥对世事要有个底稿，用不着不要紧，备而不用，切莫用而不备。5点多了，张大哥必须回家了，到4牌楼买了只酱鸡，回家请夫人。心里想，那条棉裤他大概快给做成了，总得买只鸡犒劳他。其实他要是会打毛绳裤子，还真用不着做棉的，赶明儿请孙太太来教教他。一条毛绳裤买得7、8块钱，自己打的2磅绳子，不，用不了1磅半足够，就说2磅吧，2块8加2块8，5块6，省小3块子，请孙太太教教他。反正我上衙门，他没事做。闲着也是闲着，叫太太闲着，不近情理。老夫老妻的，总得叫太太多学本事。张大哥看了看手中的荷叶包，酱鸡个子真不小，女儿也不回来，一家子吃也不至于不够。女儿18了，该定亲了，出了高中入大学，一点用处没有，只是费钱，还有2年毕业。24年大学，24再做2年事，大学毕业不做2年事，对不起那些学费。26姑娘就别过25，过了25，天好没人要，除非给续弦。赶紧选个小人儿，高中一毕业，去他的，别耍玄虚。儿子是块心病，看见一挑子鲜花，婉菊。老来少翻交，张大哥把儿子忘了，用半闭着的那只眼轻轻拉了一下。要买便宜东西，绝不能瞪着眼直扑过去。像东安市场里穿洋服拉着女朋友的那些大爷那样，总得虚虚实实了一眼。卖花的恰巧在这一了的功夫捉住张大哥的眼。张大哥拉线似的把眼光收到手中的酱鸡上走了过去。儿子是块心病。第4，老黎怎么把夫人、1对小孩铺盖卷，尿垫子4个网篮，大小7个布包，2把雨伞，一篓加腌的芥菜头，半坛子新小米，全一鼓作气运来，至今还是个谜。他好像是下了决心接家眷，所以凡是夫人舍不得的物件全搬了来。往常他买过了3件小东西，就觉得有丢失1件的可能。他请了5天假，第3天上就由乡间拔了营，为是到北平之后，好有1天的功夫布置一切，不必另请假。由张大哥那里把桌椅搬运了来，张大哥非到4点后不能来，所以丁二爷自告奋勇来帮忙。丁二爷的帮忙限于看孩子。丁二爷看孩子是专门挡路，碍事添麻烦。老李要往东间里放桌子，丁二爷和2个孩子恰好在最一放桌子那块玩呢。老李抓了抓头发往西间去，
丁二爷率领2位副将急忙赶到。老李找锤子，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丁二爷拿着呢，忙了一天。2把伞还在院里扔着小米撒了一地，4个网篮全打开了，东西以极新颖的排列法陈列在地上，没有一件得到相当的立身所在，而且生命非常的不安全。老李踩碎一个针盒，李太太被切菜墩绊倒2次，压瘪了无数可以瘪的东西，博得丁二爷与孩子们的一片财声。还不到4点钟，张大哥来了，把左眼稍微一睁，4篮的东西已大半有了地位，用手左右指了指，地上已经看不见什么，连撒出来的小米全又回了坛子，全布置好了。没有相片和对联，张大哥对老李有些失望。再看新糊的窗子被丁二爷戳了个窟窿，不怪张大哥看不起他们。老李，明天上我那儿取几张风景画片，一副对联，一个中堂，好在都没上款。老李看了看墙上，才发现了黑白分明，不大好看。糊一糊好了，他说，知道能住多少日子呀，白给人家糊。况且糊墙就得糊顶棚，你还不能4白落地，可是上边悬着块黑膏药。再说一裱糊，又是天翻地覆，东西都得挪动。张大哥点上了烟斗，一听又要天翻地覆，老李觉得糊墙一定是罪孽深重，只好点了点头，意思是明天去取那没上款的对联。张大哥走了，他走后，老李才想起来了，也没让他吃饭，饭在哪儿呢？可是退一步说，茶总该沏一壶吧。看了看堂屋，方桌上1把壶6个碗，在个瓷盘上放着，好像专能有人来沏茶似的。谁当沏茶去？假如这是在张大哥家里，谁应当张罗客人喝茶？老李的眉头皱上了，他刚一皱眉，丁二爷也告辞。孩子们拉住丁二爷的手，不许他走，在这儿吃饭，妈会做枣窝窝。男孩说，枣诺诺。女孩跟着哥哥学，话还说的不大便利。老李一边往外送客，一边心里说，大人还不如小孩子懂事呢。今儿一想，弄些客套又有什么意义呢？心中这么想，把丁二爷忘了客人走出老远，他才想起，哦，丁二爷呢？李太太不难看，脸上挺干净，有点发整，注发整，京语不活泼曰。发整眉眼也端正，嘴不大爱闭上，呼吸带着点响声，大牙板，身子横宽，棉袍又肥了些，显着迟笨，一双前后顶着棉花的改造脚，走路只见胳膊摆动，不见身体往前挪，有时猛地倒退半步，大概是脚肿设法找那些棉花呢。坐下的时候却不难看，新学会的鞠躬，腰板挺着，2手贴垂，忽然一个整劲往前一栽，十分的郑重，只是略带点危险性。他给丁二爷鞠了躬，给张大哥鞠了躬，心里觉得不十分自然，可是也有点高兴。张大哥说，好在还不冷的时候，他答了句，还没到立冬，也非常的漂亮而恰当。屋子大概的布置好了，他一手扶着椅子背，四下打了一眼，不错，只是太空。可是空的另有一种可喜的味道，这一切是他的，除了丈夫就属他大，没有公婆管着，小姑子看着。况且这是北平，
北平未见得比乡下好，可是一定比乡下高。老李的眉头还皱着呢，看了他一眼，要说不会沏点茶呀，可是管住了自己，改为倒壶茶，跟他说连沏还得改成倒。我还真忘了，真。李太太笑了，把牙全露出来。茶叶呢？这句好像是问全北平呢，声音非常的高。小点声，老李说：“爸，这儿不是乡下，屋里说话，村外都得听见。”咽了回去，他似乎为抵消大嗓说话的罪过，居然把茶叶找到，还忘了呢，没水。为找到茶叶，把大嗓的罪过又犯了。你小点声，老李咬着牙说，眉头皱得像座小山。他拿着茶壶在屋里转了半个圈，因脚下的棉花又发生了变化，所以没有转圆。我上街坊屋借一壶开水去。他摇头，不行，还得告诉他这儿不比乡下，不许随便用人家的东西。妈，吃饭。小妞子过来拉住妈妈的手，妈妈抱起孩子来，眼圈红了。在乡下这时候，孩子就该睡了，在这儿，臭北平，这个不准，那个不行。孩子到这咱晚还没吃饭，屋子是空的，没有顺山大炕，没有箱子，没有水，看哪儿都发生，找什么也不顺手。丈夫皱着眉，100个北平也比不上乡下。爸还不吃饭？男孩用拳头打了老李一下，老李看了看2个孩子，眉头上那座小山化了。爸给你们买吃的去。然后把小拳头放在自己的手掌上，这儿呀，方便极了，一会儿我都能买来。买。他看了太太一眼，买什么？太太没言语，脸上带他说，我知道你们的北平有什么。爸，买点落花生，大海糖果。爸，零吃发生。小妞子说。老李笑了，要回答他们几句。没找到画披上大衣上了街。3. 街上东西是很多，老李可想不出买什么好。街西一个旧书摊，卖书的老人正往筐中收拾《茶花女》《老残游记》和光绪32年的头版格致讲义。老李看了看，搭讪着走开。迈了2步，又回头看看卖书的正忙着收摊，似乎没有理会到老李的存在。老李开始注意羊肉床子旁边的芝麻酱烧饼，刚烙的焦黄的芝麻像些吃饱的蚊子肚，颇想买几个。旁边一位老太太正打好羊铁壶的价钱，老李跟着买了2把。等他走后，才敢问羊炉子的价钱，因张大哥极端的主张用羊炉子，买定了一个。一问价钱的时候，心中就决定好，准买贵了。买好之后，又决定好告诉张大哥的时候，少说2块钱，他还能说贵吗？心中很痛快，生平第一次买羊炉子。一辈子不准买上2回，贵点就贵点吧。说好炉子和铁管次日一早送去，然后提着水壶，茫然不知道哪里去好。到底给孩子们买什么吃呢？虽然结婚这么几年，太太只是父母的儿媳妇，儿女只是祖母的孙儿。老李似乎不知道他是丈夫与父亲，现在他要是不管儿女的吃食，还真就没第2个人来管。老李觉得奇怪。灯下的西四牌楼像个梦，给小孩吃当然要软容易消化的。老李握紧了铁壶的把，好像壶把会给他出主意似的。带乳粉没吃过，眼前是干果铺，别忘了落花生。买了1斤花生米，1斤
本来以为可以遮点羞，哼，谁知道才一角5分钱。没法出来，再有这么些支电灯的铺子，只花1角5。又要了2罐蜜饯海棠，开始往回走，到胡同口，似乎有点不得劲。花生米海棠大概和晚饭不是同一意义，又转回身来，看了看油盐店、猪肉铺，不好意思进去。可是日久天长，将来总得进去。于是更觉得今天不应进去，心里说，你一进去，你就是张大哥第二。可是不进去，又是什么第二呢？又看见烧饼，买了20个。羊肉白菜馅包子也刚出屉，在灯光下白得像蝎子的，可是冒着热气，买了1屉。卖烧饼的好像应该是姓何名气。老李痛快的手都有点发颤，世界还没到末日，拿出1块钱，唯恐人家嫌找钱麻烦，一点也没有。客客气气的找来铜子与钱票2样，还用纸给包好，还说2叉，花着方便。老李的心比刚出屉的包子还热了，有家庭的快乐，还不限在家庭之内，家庭是快乐的无线广播电台，由此发送出一切快乐的音乐与消息，由北平一直传到南美洲。怨不得张大哥快活，领在妈妈怀中已快睡着，闻见烧饼味，眼睛睁得滴溜圆，像2个白旗子上转着2个黑旗子。那个男孩好似烧饼味还没放出来，已经入了肚了1个，然后1口烧饼，1口包子，1口花生米，似乎与几个小饿老虎竞赛呢。谁也没想起找筷子手指原是在筷子以前发明出来的，更没人想到世界上还有碟子什么的。李太太嚼着烧饼，眼睛看着玲，仿佛唯恐玲吃不饱，甚至于有点自己不吃也可以，只愿玲把包子都吃了的表示。玲的眼长得像妈妈，英的眼像爸爸俩小人的鼻子，据说都像祖母的。玲没有模样，就仗着一脸的肉讨人喜欢，小长脸，腮部特别的胖，像个会说话的葫芦，短腿大肚子，不走道，用脸上的肉与肚子往前摇，小嘴像个花骨朵，老带着点水，不怕人，仰着葫芦脸，像人眨巴眼。英是个冷小子，大眼睛像他爸爸，棱头可脑，脖子和脸一样黑，肉不少，可是不显胖，像没长全羽毛的肥公鸡，虽肥而显着细胳膊辣腿，棉裤似乎刚做好就落伍，比腿短着一大块，可是英满不在乎，裤子越紧，他跳得越欢一跳，把什么都露出来。老李爱这个黑小子。英，谁呀？看谁能3口吃1个？看，1口1个月牙，2口1个银锭，3口。没，英把黑脸全胀子了。可是老李差点没噎绿了。不该鼓舞小孩狼吞虎咽。老李在缓不过气来的功夫，想起儿童教育，同时也想起没有水，倒了点蜜饯海棠汁喝，不行，急得直扬脖。在公寓里，只需叫1声茶房，茶是茶，水是水，接家眷。麻烦还多着呢，正在这个当，西屋的老太太在窗外叫：“大爷，你们没水吧？这儿1壶开水，给您。”老李心中觉得感激，可是找不到现成的话，老太太，把开水拿进来，沏在茶壶里，一边沏一边想话。他还没想好，老太太又发了言：“壶放着吧。”
明儿早晨再给我还出去不出去？我可要去关街门了。早睡惯了，一黑就想躺下。明儿倒水的，来叫他给你们倒一挑。有缸啊。6个字一条领导，包月也好，甜水。老李要想赶上老太太的话，有点像骆驼想追电车。6个字，谢谢，有缸，不出去，上门。忘了说您歇着吧，我去关门。孩子们可真不淘气，多么乖呀！老太太似乎在要就寝的时候，精神更大。大的几岁了？别叫他们自己出去，街上车马是多的，汽车可霸道，撞脏了，连我都眼晕。不用说孩子们，还没生活呢，多给他们穿上点。刚入冬，天气贼滑的呢，忽冷忽热，多穿点保险。有厚棉袄啊，有做不过来的活计，拿来，我给他们做2戴上镜子，粗枝大叶的。我还能缝几针呢，反正孩子们也穿不出好来。明天见，上茅房留点神，砖头瓦块的别绊倒，拿个料。明天见。明天，老太太。老李连句整话也没有了，可是他觉得生活美满多了。公寓里没有老太太来招呼，那是买卖，这是人情。喝了碗茶，打了个哈欠，吃了个海棠，甜美。要给英说个故事，想不起，腰有点痛。是的，腰疼，因为尽了责任，卖了力气。拿刚才的事说吧。右手烧饼，左手包子，大衣的袋中一大包花生米，中指上挂着铁壶。到底是有家。在公寓里这时候正吃完了鸡子炒饭，不是看报就是独坐剔牙。太太也过得去，只是鞠躬的样子，像指人往前倒。看了太太一眼，灵的小手里拿着半个烧饼，小肉葫芦直向妈妈身上，倒眼已闭上，可还偶尔睁开一点缝。妈妈嘴中还嚼动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搂着孩子，微微的向左右摇伸眼睛，看着杨辣的苗。老李不敢再看，高跟鞋，曲线美，肉色丝袜，大红嘴唇，细长眉。李太太有2个世纪，老李不知是难过好，还是痛快好。他似乎也觉出他的毛病来了，自己没法安排自己，只好打个哈欠吧。啊哈，英的黑手真热，正捻着爸的手指肚看有几个抖，几个簸箕。英，该睡了吧？海棠还没吃完呢。英理直气壮地说。老李虽然又打了个哈欠，可是反倒不困了。接了家眷来，理当觉出亲密热闹，可是也不知怎么，只显着奇怪隔膜与不舒适。屋子里只有一只洋烛的光亮在太太眼珠上跳。第5，老李上衙门去。张大哥确实有眼力，给老李租的房正好离衙门不远，也就是将到2里地，省车钱是1，可以来往运动是2，午饭能在家里吃是3。老李虽然没有计算1月可以省多少车钱，可是心中微微有点可以多储蓄下点的光亮与希望。想到储蓄，不由得想到家眷来了还能剩钱。张大哥永远劝人结婚合借家眷，唯一的理由似乎是2口并不见得比1个人费钱。好像女人天生来的不会花钱，没有任何需要，也不准有需要。老李看女人也是个人，可是英的妈，即使是养只鸡也得给小米吃呀。
老李觉得接家眷这回事有点错误。一家之长，越看自己越不像。快到了衙门，他更不痛快了，怎么当上了科员？似乎想不起。家长，当科员或者不是坏事，没有科员的薪水怎能当家长？科员与家长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什么？看见了衙门那个黑大门，好似一张吐着凉气的大嘴。天天早晨等着吞食，那一群小官僚吞，直到他们在这怪物的肚子里变成衰老丑恶、枯干闭塞，死。虽然时时被一张纸上印着个红印给驱逐出去，可是在这怪物肚中被驱逐，不是个有刺激性的事儿，这里免职，而去另起炉灶，干点新的有意义的事儿，绝对想不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衙门不止一个，吃衙门的虫不响，不会也不肯干别的可恨的怪物。可是老李的天天往怪物肚中爬，现在又往里爬呢。每爬进一次，他觉得出他的头发是往百里变呢。可是他必须往里爬一种不是事业的事业，不得不敷衍的敷衍。现在已接来家眷，更必得往里爬了。这个大嘴在这里等着他，他在家里等着他。一个怪物与一个女魔，老李立在当中。科员、家长，他几乎不能再走了。他看见一个衰老丑恶的他，和一个衰老丑恶的他一同在死亡的路上走。路旁的花草是些破烂的钱票与油腻的铜钱，然而他得走，不能立在那里不动。诗意浪漫、自由，只是一些好听的名词。生活就是买炉子、租房，炉子送去没有？他会告诉怎样安铁管子呀。到了衙门口，他真要往后退了，可是门口的巡警似乎故意戏弄他，给他行了个立正礼，他只能进去。他的手出了汗。那一群同事们一定都等着审问他呢。老李接家眷也不言语一声。几时请吃饭？吃饭，那群东西和苍蝇同类，嘴不闲着便是生命的光荣。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心中安定了些。一个人还没来呢，他深呼了口气。破公事案，铺着块桌布的冤魂茶碗印，墨汁点，烟卷烧的孔，永远在这里，永远。大丑的月份牌，5天没撕了，老李不来，没人管撕。玻璃上的土怪物的肚子里，没人管任何事情。他把月份牌扯下5页来，扔在纸篓里，也配叫做纸篓。靠着2面墙，还随时的自己倒下来。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屋中最破的那一把，发冷。公事，公事就是没事，世界上没有公事。人类一点也不吃亏公文，公文，公文，没头没尾，没接没完的公文。只有一样事是真的，可恨它是真的，和人民要钱。这个怪物吃钱吐公文，钱到哪儿去？没人知道。只见有人买洋楼、汽车、小老婆，公文是大家能见到的唯一的东西。老李恨不能当时砸碎那把破椅子、破公事案、破纸篓和这个怪物，可是砸不碎这个怪物，连这张破桌布也弄不碎。碎了这块布，等于使砖塔胡同那3口饿死。他又坐下了，等着他们。这个世界是给他们预备的。在家里，
由岩浆簇与麻雀牌来到衙门，一进门有巡警给行礼，进了公事房，嘻嘻嘻讨论着辩论着彼此的私事，孩子闹耳朵。老太太办生日，春华楼1号女招待，能晚到1分便晚到1分，能早走1分便早走1分。破桌子，破茶碗，无穷无尽的喝茶。烟卷烟斗一齐烧着，把月份牌都迷得看不清。老李等着他们，他们是他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审判官。他得为他们穿上洋服，他得随着他们嘻嘻嘻，他接家眷的请他们吃饭，他得向他们时常道歉。邱先生来了啊，老李回来了。家中都好和老李握了握手，邱先生的眼中带着点不大正经的笑意。老李的脸红了，邱先生没往下说什么，可是那个笑在眼角上挂着大有一时半会儿不能消灭的来派，于是老李的脸上继续着增加热力。邱先生脱大衣，喊丁差端茶眼睛没看着老李，可是眼上那2个笑点会绕着圈向老李那边飞至，像一对流星。吴先生也到了啊，老李回来了，家中都好，和老李握了握手。他的手比老李的大着2号，按着手套的尺寸说，柔软滑溜，带着科员的热力。然后掏出1毛钱的票子张顺，送车钱去。吴先生非常正直，可是眼角上也有点笑意，和邱先生的那个相似。虽然程度上不那么深，老李的脸更热了。他闭着气专等小赵，小赵来到，他就知道是5年徒刑还是取保释放了。小赵没来。小赵为什么没来？老李不敢问。吴先生虽然是小赵的亲戚，可是最不关心小赵的事儿。除了托小赵给维持地位，他简直不大爱和小赵说话。吴先生是正直人，老李自然不敢向吴先生打听小赵。邱先生呢，年纪比小赵大，而人情没有小赵的硬，所以由小赵领手。他对于向同事们开玩笑的事无不参加，可是小赵不提倡，他不便自居祸首，甚至于小赵不在眼前，他连小赵2字提也不提。邱先生在不和人开玩笑的时候，很能咂着滋味苦闷。可是吴邱2位都知道小赵干什么去了，小赵是为所长太太到天津办事去了。2位对小赵都有点嫉妒，但是不便和老李说，老李是以力气挣钱，不管旁人的事，2位自然不能以他为同调。况且吴先生是正直人，在老李面前特别要显着正直。老李开始办公，心里老有个小赵的影。吴先生挺直腰板，写着酱肘子体的字。邱先生喝茶吸烟，咂着滋味苦闷，眼睛专看着手表。张大哥不和老李同科，可是特意过来招呼一声啊，老李回来了，家中都好。用手指诊了老李手心一下，老李十分感激张大哥，为人谋永远忠诚到底。果然，邱吴2位的眼神有点改变光度与神气。设若老李接家眷，张大哥必知道一切。可是张大哥也问家中都好。小赵的话是造谣，一定，自然，不一定，更好。今年乡下收成不坏吧？张大哥对乡下人自然要问乡下话。吴邱2位当时觉得
还不够真正北平人的资格。不坏。不过民间还是很苦，老李带着感情说，今年就盼着来场大雪，去温度。麦子也得意，去温度其实是张大哥的注意之点。麦子得意与否，民间苦不苦，都嫌离北平太远。世界上麦子都不得意，北平总有白面吃。张大哥和老李又敷衍了几句，完全出于诚意，同时不失为敷衍。张大哥自己都佩服这一招，诚意的敷衍完老李，又过去和邱吴二位谈了1点来钟。张大哥比他们2位更没事儿可做，他是庶务科上的，他的职务是调动工友和买办东西。对调动工友这一项，他是完全无为而治，所以工友们为他的私事能非常的殷勤卖力气，因为在衙门里总是闲着。对于买办一项，自有铺子送来，只要打电话过数目，便完事大吉。至于照例的回扣呢，张大哥绝不破例拒绝，也不独吞，该分给谁便分给谁，连工友都大家有份。张大哥是庶务中的圣手，这样他永远不忙，除了忙着串个科，而个科的职员一律欢迎他的降临。请医生雇奶妈，订包厢，买旧地毯，卖灰鼠皮袍，再买虎腿的，租房，定打新式桌椅，配完药，凡是科员所需，都要张大哥的指导与建议。批婚书、过嫁礼更不用说，永远是他一手包办。新从南方来的同事，单找他来练习官话，孙先生便是一个。连美国留学回来的都和他研究相面与合婚，这些差事是纯粹义务。张大哥只落的2句赞美北平真是宝地和北平人真会办事。有这2句，张大哥觉得前生定是积下阴功，所以不但住在北平，而且生在北平有宰相之才，没有宰相之命。当他喝下2盅酒才这样叹息，而并非全无自慰的意思。2个之字特别的意味深长。张大哥和邱吴2位谈起来，2位就是盼望有人来闲谈，不然真不好意思把公事都交给老李办。虽然大家深知老李有办事的引科员中的怪物，吴先生军队出身，非常正直，刚练好一笔酱肘子体的字，打算娶个亲。他又提起来了，老吴是军人，先生没别的好处，就是正直，过山炮一样的正直。40多了，没个儿子，得改变战线。先生，吴先生的先生永远不离口，仿佛是拿这个字证明自己已经弃武修文了似的。他的腰背永远笔直，脖子与头一起扭转，不是向左便是向右看齐。这给张大哥一个难题，他并不绝对不管给人买妾，不过假使能推得开，他便不管。假如非叫他办不可，那么有个基本条件，买妾的人须闻过司长，五官至小是团妇，妇女应否做妾，那是妇女杂志上的问题。张大哥不便于过问他，专从实际上看男人。一个小科员或是中学教师，不论有怎样充足的理由，能不纳妾顶好就不纳。经历金钱家庭间的困难，这些都在纳妾项下，向科员与教师摇着头，别自己找家扛。其实买个妾还不是件容易事儿。
只看男人的脑袋是金银铜铁哪种金属做的。吴先生的脑袋，据张大哥的鉴定是铁的，虽然面积不小，可是能值多少钱一斤？那妾是一种娱乐，也许是一种必须。无论怎说，总得以金钱地位做保险费。可是张大哥不能直接告诉吴先生的头是铁的，他对吴先生和学校的青年都没有办法，这两种人中又以吴先生为更难办。青年们闹恋爱，只好听之而已。张大哥还能替谁去恋爱？而吴先生偏偏要张大哥给帮忙，拒绝、敷衍、打岔，都等于得罪吴先生。世界上没有不可以做的事儿，除了得罪人。可是和吴先生讨论，吴先生能立刻请他吃饭，吃了人家的饭，再也吐不出，那便被人家一把抓定。张大哥的左眼闭的几乎有不再睁开的趋势，有了。弹太极拳吧，吴先生的拳头那么大，据他自己说，完全是练太极拳练出来的。只有提太极拳，他可以把那妾暂时忘下。太极拳是一切，把云手和倒捻喉运在笔端，便能写出酱肘子体的字。张大哥把烟斗用海底针式掏出来，吴先生立刻摆了个白鹤亮翅，弹了1点来钟。张大哥乘着如风似壁的机会溜了出去。邱吴二先生都没审问老李，老李觉得稍微痛快一点。午时散了衙门，走到大街上，呼吸似乎自由了些。这是头一次由衙门出来，不往公寓走，而是回家。家中有3颗心在那儿盼念他，3张嘴在那儿念叨他。他觉得他有些重要，有些生却。他后悔了，早晨不应那样悲观。自己所处的环境，所有的工作，确实没有多少意义。可是自己担当着养活一家大小和教育那2个孩子，这至少是一种重要的，假如不是十分伟大的工作。离开那个怪物衙门，回到可爱的家庭，到底是有点意思。这点意思也许和抽鸦片烟一样，有一点享受，把自己卖给魔鬼。从此得因家庭而忍受着那个怪物的毒气，得因儿女而牺牲一切生命的高大理想与自由。老李的心又跳起来，没办法，还是忘了自己吧，忘掉自己有担得起更大的工作的可能，而把自己交给妻子、儿女，为他们活着，为他们工作。这样至少可以把自己的平衡暂时的苟且的保持住。多么难堪，与不是味儿的2个形容字，暂时的，苟且的，生命就这么没劲。可是他不想了，捉住点事实，把思想驱开吧。对，给孩子们买些玩意，马上去买了几个橡皮的马牛羊，这些没有生命的软皮，能增加孩子们多少乐趣生命，或者原来就是便宜东西。他极快地走到家中，李太太正在厨房预备饭，炉子已安好，窗纸又破了一个窟窿，2个孩子正在捉迷藏。小肉葫芦蹲在桌子底下，黑小子在屋里嚷：得了没有？英、灵，来看玩意来。老李不晓得为什么必须这样痛快地喊，可是心中却是痛快。在乡间，不过偶尔回去一次，连自己的小孩都不敢倡议的在一块玩耍，现在他可以自由的、尽兴的和他们玩，一切是他的。英和灵的眼睛睁圆了，
看着那些花红柳绿的橡皮，不敢伸手去摸。玲把大拇指插在口中，鹰用手背抹了鼻子2下，并没有任何作用。要牛要马？老李问。鹰们还没看出那些软皮是什么，可是一致地说牛。老李好像神话中的巨人，提起牛来，嘴衔着气管，用力地吹。鹰先看明白了，这是牛。给我8，给2，8。老李知道给谁也不行，可是一嘴又吹不起2个来。鹰，你自己吹，吹那只老山羊。他不知怎么会想起这个好办法，只觉得自己却是有智慧。鹰蹲下，拿起一个来，不知是马还是羊，十分兴奋。头一气便把自己的鼻子吹出了汗，再给他牛，他也不要了，自己吹是何等的美事。铃也吹，他把马抓起来，似乎那头牛已没有分毫价值。老李帮着把牲口们全吹起来，堵好气管。鹰手擦着裤腿，无话可讲，一劲的吸气。铃抱着山羊，小肉葫芦上全是笑意。鹰忽然撒腿跑了，去把妈妈拉来。妈妈手上挂着好些白面。妈妈，鹰叫一声，扯妈妈的大襟一下。看爸给拿来的牛马羊。妈，你看哪？又吸了一回气。妈笑了，要和丈夫说话，又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不说又显着有点发秃。他的眼神显出来，他是以老李为家长，甚至于是上帝。在乡下的时候，当着众人，他自然不便和丈夫说话。况且凡是有公婆在前，也无需向丈夫要主意。现在只有他是一切，没有他，北平能把他和儿女全嚼嚼吃了。他应当说点什么？他是为他和儿女们去受苦去挣钱，可是想不起从哪里说起。妈，我拿牛叫西屋老奶奶看看吧。应问，急于展览他的新宝贝。妈得这个机会问爸。爸觉得不大安坦。为什么应当问爸呢？孩子难道不是咱们俩的？可是这样的妇人必定真以我为丈夫主人。老李不敢决定一切，只感觉着夫妇之间隔着些什么东西。算了吧，让脑子休息会儿吧。不用了，英，先吃饭，吃完再去。爸，领抱羊一块吃饭。好。老李还有一句，给老山羊点饭吃，可是打不起精神说。大家一块吃饭，吃得很痛快。灵把汤洒了羊一身，羊没哭，妈也没打灵。饭后，妈收拾家伙，英灵与牛羊和爸玩了半天。老李细看了看儿女，越看越觉得他与他们有最密切的关系。鹰的嘴、鼻子和老李的一样，特别是那对大迟钝的眼睛。老李心里说，大概我小时候也这么黑。灵的胳膊短腿短，将来也许像他妈妈那样短粗。儿女的将来渺茫。鹰在像我，灵在像他，不一定不能，但是管他呢。灵，来叫爸亲亲。亲完了小肉葫芦，他向厨房那边说，我说灵没有件体面的棉袍子呀。那不就挺好看的吗？太太在厨房里嚷，好像愿叫街上的人也都听见。他还有件子的呢，留着出门穿，留着你那件臭子袍吧。老李心里说，有给灵做件新袍的必要，打扮上一定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希望母亲也来看看灵的新衣裳。虽
虽然新衣裳还八字没有一撇。晚上见。玲，爸买花生去。玲以为爸一出去就得买落花生，爸再带头牛来，好凑一对。英以为爸一出门必是买牛去，老李在屋门口停了一停，他没出来。东屋的门开着点缝，老李看见一个人影，没看清楚，只觉得一件红衣那么一闪。第六，一大铺包裹子，4张风景相片，没有上款的中堂与对联，半打小洋袜子。张大嫂全副武装来看李太太，在大嫂的眼中，李太太是个顶好100成的乡下人儿。大嫂对于乡下人，特别是妇女，12分的原谅连续，而且愿尽全力帮助指导。她由一进门，嘴便开了合，直说的李太太的脑子里像转疯了的留声机片，只剩了张着嘴大口的咽气。张大嫂可是并非不真诚，更没有一点骄傲。对于乡下妇女这个名词，她更注意到后一半，妇女。妇女都是妇女，不过乡下这个形容表示出说话带口音，一切不在行，可是诚实直爽。这个只要一经张大嫂指导，乡下妇女便不久会变成100成的漂亮小媳妇儿，这是自信，不是骄傲。英和玲是一对宝贝，大嫂马上非认玲做干女儿不可。也立刻想起家中橱柜里还有一对花漆木碗，连3的抽屉里西边那个有一个银锁，系着一条大红珠线锁子。非认干女儿不可现成的木碗与银锁，现成的玲，现成的大嫂，为什么不连接起来呢？李太太不知道说什么好，只露出牙来，没露任何意见，心里怕老李回来不愿意。大嫂看出李太太的难处，不用管老李，女儿是你养的，来给干娘磕头。玲，李太太一想，本来嘛，女儿是自己的，老李反正没受过生产的苦楚，立刻叫玲磕头。玲把大拇指放在嘴内，眨巴着眼，想了一会儿，没想好主意，马马虎虎地磕了几个头。磕完头，心中似乎清楚了些，不觉得别的，只觉得有点骄傲。至少是英对英骄傲，因为英没有干妈，他过去拉住干妈一个手指，干妈却是干的，因为脸上笑的都皱起来，像个烤糊了的苹果红儿多皱。英撅了嘴，要练习练习磕头，可是没有机会。大嫂笑着说，我不要小子，小子淘气，看我这干女儿多么老实。可是你等着，英，赶明儿我给你说个小媳妇儿，要轿子娶，还是用汽车火车娶？英还没忘这次由乡间到北平的火车经验，用火车娶媳妇，自然无需再认干妈。于是英也不撅嘴了。因提起小子淘气，大嫂把天真的历史，从满月怎么办事，一直到怎么没说停当太不似接齐家的姑娘，一气呵成，说的天翻地覆。最后告诉你，大妹妹现在的年头，养孩子可真不易啊，尤其是男孩子，坏透了。大妹妹，你提防着点老李，男子从16到66岁，不知哪时就出毛病，看着他。我说，看着他，别多心。大妹妹，您是乡下人，还不知道大城里的坏处多了，无穷无尽。男女都是狐狸精男的招女的，女的招男的，3言2语得勾搭上了，
咱们这守旧的老娘们就得对他们留点神。李太太似乎早就知道这个，不过没听张大嫂说明之前，不敢决定相信，也不敢对老李有什么布置。现在听了大嫂，况且又是领的干娘的一片话，心中另有一个劲儿了。是的，到了北平，她与丈夫是一边大的，老李是一家之主。即使不便否认这点，可是她的眼睛须对这一家之主留点神。但是她只有点头，并没发表什么意见，谈做活计与做饭。她是在行的，到大城里来，怎么管束丈夫，还不便于猛进。况且焉知张大嫂不是来试探她呢，得留点神。你当是乡下人就那么傻瓜呢？待2天再来，我可该走了，家里撂着一大片事呢。大嫂并没立起来，干女儿，明看干妈去，记着。堂子胡同9号，堂子胡同9号。嘻嘻嘻，唐胡同走哦，灵一点也不晓得这是什么怪物。吃了晚饭再走吧，大嫂。李太太早就预备好这句，从头一天搬来就预备好了。可是忘对张大哥与丁二爷说，招得丈夫直皱眉。这可得到机会找不上了，改日，家里事多着呢，我可该走了。大嫂又喝了碗茶，最后大嫂立起来，干姑娘。过2天，干娘给宋木碗和锁来又坐下了，因为也得给英拿点玩意来呀，是不是？英，我要个音响了会儿。木碗，干妈是灵的，看小干女儿多么厉害。哎，我真该走了。大嫂走到院中，西屋老太太正在院中添炉子。大嫂觉得应当替李太太托付，虽然自己也不认识老太太。老太太，您添火哪？您可别那么称呼我，还小呢，才65。屋里坐着老太太添火，一半是为在院中旁听，巴不得借个机会加入谈话会。贵姓呀？张。哦，那天租房的那位，可不是吗？他和这儿李先生同是好朋友，您多照应着点。大嫂拉着铃，看着李太太，还用嘱咐近邻比亲。大奶奶可真好，一天连个大声也不出。老太太也看着李太太，2个孩儿们多么乖呀。我说，英，你的牛呢？没等英回答，我就是爱个结结实实有人缘的小孩，看灵的小肉脸，多有个趣。您跟前有，别提了，一儿一女，女儿出了阁，跟着女婿上南京了。一晃10年了，始终也没回来一次。小子啊，哎，老太太把声音放低了些，哎，别提了，已经娶。她向东屋一指，哎，简直说着羞得慌。对外人我也不说了，被人耻笑。咱们还是外人吗？张大嫂急于听个下回分解。哎，已经娶了这么个又体面又明白的小媳妇儿。会又在外边，不用提了，3、4个月没回来了。老了的，给我这么个报应，不知哪辈子造下的孽。这么好个小媳妇，年轻轻的叫我看着心焦不心焦，又没有个小孩。灵，你可美啊，认了干娘。老太太大概把张李二太太的谈话至少听了一半去。灵笑了爽性，把食指也放在口里。改天再说话，老太太，咱们这做妈妈的，一人有一肚子委屈呀。您别那么称呼我，您大。
我小呢才49，也忘了您贵姓呀？妈，也没到屋里喝晚茶，改天特意来看您。马老太太也随英们把张大嫂送出去，好像张大嫂和李太太都是她的娘家妹妹似的。老李下了衙门，到张大哥家去取对联，一点也不愿意去取。不过张大哥既然说了不去，显着不好意思。老李顶不喜欢随俗，而又最怕驳朋友的面子，还是敷衍一下好吧。他到了张家，大嫂刚从李家回来啊，亲家来了。老李一愣，不知怎么会又生了亲家。大嫂把认干女儿的经过从头至尾有知天夜的讲演了一番。老李有点高兴，大嫂既肯认灵做干女儿，灵必是非常的可爱，有许多可爱的地方，他自己大概还没看到。大妹妹可真是个俏实小媳妇，头是头，脚是脚，又安稳又老实。大嫂讲演完了，干姑娘开始褒奖干姑娘的母亲，从干姑娘的母亲又想到干姑娘的父亲。老李，亲家，你就别不满意了，还要什么样的媳妇啊？干干净净，老老实实得了。况且有这么一对虎头虎脑的小宝贝，放下你们年轻小伙子的贪心吧，该得就得快快乐乐的过日子，比什么也强。看那个马老太太，哪个马老太太？你们西屋的街坊，老太太命才苦呢。娶来个一朵鲜花似的小媳妇儿，儿子会3、4个月，3、4个月没家来。我要是马老太太呀，不咬那个儿子几口才怪。正说到这里，张大哥进来了。你咬谁几口了？他似乎以为是贝蒂讲问他。他笑了，放心，没人咬你的肉，臭。我们这儿说马家那档子事呢，张大哥自然知道马家的事，急忙点上烟斗，左眼闭上，把大嫂的讲演接过来。老李租的房是马老太太的买过来不久，买上了当，木价不好，工也稀松，老太太还能买得出什么漂亮东西？张大哥顺手把妇人连张大嫂也在其内，不会办事给证实。买过来之后，马家本是自己住自己的房，搬来不久就办婚事，大概因为有喜事才急于买房，因为急买，所以就买贵了，一点也不应当算个上当的原谅。又看了大嫂一眼，马老太太的儿子，那时节是在中学里教书，娶的是个高小毕业的女学生，娘家姓黄，很美。结婚不到半年，张大哥的眼闭死了。马先生和同事的一位音乐教员有了，事先是在外同居，后来一起跑到南边去，3、4个月没回来，他3年也未必回来。张大哥结束了这段叙述，天平不准，因为儿子跑了，所以老太太把上屋让出来，租几个钱，加上手里有点积蓄，婆媳可以对付着过日子。老李知道大嫂已把对联送去，大哥的讲演又告一段落，于是告辞回家。大嫂没留他吃晚饭，快家去吧，等和李太太一块来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弄点什么吃。告诉玲，过2天干妈给送木碗去，别忘了。老李心中的红衣人影已有了固定的轮廓，姓黄，很美，气妇，可怜虫。是个最热，同时又最冷的东西。设若老李跟谁，不管谁吧，一同逃走，妻子女
将要陷入什么样的苦境，不敢想。张大哥，对了，俗气翻用，可是能用常识杀死浪漫，和把几条被浪漫毒火烧着的生命救回。从另一方面说，常识杀死了浪漫，也杀死了理想与革命。老李又来到死胡同里，进是无路，退又不得进。灵，小丫头片子，可爱，张大嫂的干女儿，俗气。到了家，爸，黑小子在门口等着他呢。爸，灵有了干妈。张大嫂子过2天给送木碗和银锁来，我呢，我认妈妈做干妈得了，你给妈点钱，叫妈给我买木碗，不要银锁，要2只皮马。你给我的那只，我并没使劲，也不知怎么破了个窟窿，怎吹也吹不起来了。老李医生似乎没这么笑过。爸，东屋的大婶还替我吹了半天，也没吹起来。大婶顶好看了，大眼睛，像俩鹰直翻白眼，俩小月亮。那手啊，又软又细，比妈的手细的多。妈的手就是给我抓痒痒好，净是刺儿。妈听见不揍你。老李不笑了。星期日，老李带领全家上东安市场，决定痛快的玩一天，早晚饭全在外边吃。英说对了，妈的手上有刺儿，整天添火做饭洗衣裳，怎能不长刺？应当雇个仆人，一点也不是要摆排场。太太不应当这样受累。可是有仆人他会调动不会？好吧，不用挑吃挑喝，大家对付吧，把雇人的钱每月请他玩2天，也许不错。决定上市场。李太太不晓得穿什么好，由家中带来的还是出嫁时候的短棉袍与夹裙子长棉袍，只有一件是由家起身前临时昼夜赶做的，蓝色，没沿边，而且太肥。还把裙子带来天桥1块钱2条，没人要。他不知道天桥在哪里，可是听得出裙子在北平已经1块钱2条，自然是没什么价值。他决定穿那件唯一的长蓝棉袍，没沿边，而且太肥。老李把孩子们的衣裳全翻出来，怎么打扮？怎么不顺眼？他手心上又出了汗。拿服装修饰做美满家庭的广告，布尔乔亚。可是孩子到底是孩子，孩子必须干净美好，正像花草必须鲜明。水令老李最不喜欢布尔乔亚的妈妈大全，同时要在儿女身上显出爱美。遮一遮自己的洋服，在身上打滚的羞不去，那未免太胆小了。一定走，什么样也得走。可是招些无聊的笑话，即使是小事，怎能叫自己心里稍微舒服点呢？他依着生平美的理想，就着现成的材料，把2个孩子几乎摆弄熟了，还是不像样。走。老李把牛劲从新陵搬运出来走，和马老太太招呼了一声，托付照应着点。哦，我说，灵，老太太揉了眼睛一把，打扮起来更俊了。这双小老虎鞋挑着点道走，别弄脏了，听见没有？来，灵，英，奶奶这儿还有10个大子，一人5个，来，放在小口袋里。到街上买花生，吃10个大童子，带着热气落在他们的袋中。老李痛快了一些，不负生平美的理想。出了门，他的眼睛溜着来往行人是否注意他们。没有。北平能批评一切，
也能接受一切。北平没有成见，北平除了风，没有硬东西。北平使一切人骄傲，因此张大哥特别的骄傲。老李的呼吸不那么紧促了，回头一看，英和妈妈在道路中间走呢，好像新由乡下来的皇后与太子老李站住了。你们要找死，就不用往边上来。李太太瞪了眼，往四下看，并没有什么。你把英拉过来，她把英拉到旁边来，脸上红了。丈夫的话一定被路上的人听见了。在乡下，爱怎走便怎走。她把气咽下去。丈夫是好意可是，何必那么急扯白脸的呀？心中觉得今天要能玩得好才怪。到了胡同口，拉车的照样打招呼，并没因李太太的棉袍而轻慢。好吧，车夫既然招呼，不好意思不坐。平日老李的坐车与否，是一出街门就决定好的。决定不坐便设法躲着洋车走，拒绝车夫是难堪的事。决定坐车，他永远给大价钱。张大哥和老李一块走的时候，张大哥永不张罗坐车，英和妈妈坐一辆，领跟着吧。一路上英的问题多了，西安门、北海、故宫，全安着个极大的问号。老李怕太太回头问他，他并没言语，而英的问题全被拉车的给回答了。老李又怕他也和车夫一答一和的说起来，他也没有。他心里说傻瓜，当是妇女真没心眼呢。妇女是社会习俗的保存者。想到这里，他不得禁的一笑。老李，你还是张大哥第二。未能免俗，一进市场门，林和英一致要苹果。老李为了难，买多了吧不好拿，只买2个，又怕叫卖果子的看不起，不买。孩子们不答应，上那边买去。林太太到底有主意。老李的眉头好似有皱上的瘾，那边果摊子还多着呢，买就是买，不买就是不买，干嘛欺哄孩子呢？丈夫布尔乔亚，太太随便骗孩子，有劲。可是问题解决了问题，林看着玩意摊子，好像就是再买苹果也不要了，那边还有好的呢，又是一个谎。说谎居然也能解决问题，越往里走，东西越多。英们似乎已看花了眼，想不起要什么好了。老李头眼看着太太，心中老有点刘姥姥入大观园的恐怖。太太的两眼好像是分别工作着，一眼紧盯着孩子，一眼收取各样东西与色彩，到必要的时候，两眼全照管着孩子。牺牲了那些引诱妇女灵魂的物件，老李受了感动。摩登男女们，男的给女的拿着东西与皮包，脸上冬夏常青的笑着，连脚肿都轻而带弹力，好像也在发笑。女子的眼毛刚一看果子，男的脚趾便笑着奔了果摊去，指剪包着细皱纸。阴阳子蓝戳的，挑不问价钱。老李不敢再看自己的太太，没有围巾，没有小手袋，没有补开了补拉上的活扣棉鞋，只是一件棉袍没沿边，而且太肥，有点对不起太太，决定给她买这些宝贝。自己不布尔乔亚是一件事，太太需布尔乔亚是另一件事，买也得给孩子买鞋、小绒线帽，你自己去挑。他发了命令，心中是一团美意。可是说的12分难听进了一家百货店，太太先挑围巾，红的太艳，绿的太老，
黄的当然不行，蓝的不错，可惜太短。老李直向灵说等着，等妈妈挑好了，咱们是皮鞋。这大概足以使全铺子的人都减少些厌恶的心。老李要是当伙计的，早把太太给推出去了，几乎所有的围巾全拿出来了。太太这才问，你说要哪条好？连这点主意都没有，妇女连什么颜色好看都看不出。老李过来挑了条蓝的，蓝的很实行，先生。伙计好像从一生下来就没哭过，而且岁数越大越爱笑。老李放下蓝的，又拿起条子的来，玫瑰子，太太戴正合适。伙计的脸加紧发笑，老李的脸有点发热，又把蓝的拿起来，还是这条好，先生，颜色正道，容头也长。伙计脸上的笑意要跳起来吻谁一下才好，还是你自己挑吧。老李辞职了。伙计的笑脸转向太太，去太太挑了条最不得人的灰蓝色的，一遇上阳光管饱，只剩下灰，一点也不蓝。不过到底是买成了一件，再看别的吧。先生请坐，您吸烟。伙计们张罗。老李既不吸烟，又不肯坐下，恐怕自己一坐下，叫太太想可以在这儿住一两天也不碍事。李太太要小孩的饭巾，要男人的卫生衣，所要的全是老李没想到的。可是饭巾却是比皮鞋还要紧，自己还没有冬季卫生衣。妇女到底是妇女，她们有保卫生命的本能。然后又买花线、洋针、小剪子，这更出乎老李意料之外，家门口就有卖针线的，何必上市场来买？可是太太手中一个钱没有，还不能在门口买任何零碎。他的错应当给太太点钱，他不是仆人，他有他必须的用品。买了一大包东西，算了算才15元2角7分，开来账条，上面还贴好印花，怎么拿着呢？伙计出了主意，先放在这里，逛完再来拿。和气，有主意，会拉主顾，一共才15块多钱。老李觉得生命是该在这些小节目上消磨的，这才有人情，有意思。那些给女的提皮包买果子的人们，不定心中怎样快活呢？绕到丹桂商场，老李把自己种在书摊子前面。李太太前呼后拥的脚有点不吃力了，看了几次丈夫，她却是种在了那里。英忽然不见了，隔着书摊一望，她在西边，脸贴着玻璃窗看小泥人呢。英可上那边去了，太太的脚却是不行了。英，老李极不满意的放下书，抓着空巷小伙计笑了笑。回到家中，已经快掌灯，灵在新围巾里睡着，英的精神十足。一进院里就喊大婶，看我的新帽子。动物大婶没出来，在屋中说，真好。北平怎样？老李问太太。没什么，除了大街就是大街，还就是市场好东西多么齐全啊。老李决定不请太太逛天坛和孔庙什么的了。第7，张大哥的心病回了家。这块心病的另一名称是张天真暑假寒假的前4、5个星期，心病先生一定回家。他所在的学校永远没有考试，只考过一次。刚一发，卷子校长的脑袋不知怎么由顶上飞起，至今没有下落。天真从入小学到现在，
父亲给他托过多少次人情，请过多少回客，已经无法计算。张大哥爱儿子的至诚与礼貌的周到，使托人情和请客变成一种艺术。在入小学第1年的时候，张大哥便托校长的亲戚去给报名，因为这么办官样一些。即使小学的入学测验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入学那天，他亲自领着天真拜见校长教员，连看门的校医都接了他5角钱。考中学的时候，钱花的特别的多，考了5处都没考上。虽然5处的校长和重要的教职员都吃了他的饭，而且有2处是校长太太亲手给报名的5处的失败，使他看清人情到底没拖到家。所以在第6回投考的时候，他把教育局中学科科长恳求的直落泪，结果天真的总分数差着许多，由科长亲自到学校去给短多少补多少，以至于天真很惊异的纳闷，这回怎会急了哥，而且诅咒命运不佳，又得上学。入大学的时候，没多少人准知道天真是正式生还是旁听生。张大哥承认人情是拖到了家，不然天真怎会在大学读书？天真漂亮，空洞，看不起穷人钱，老是不够花，没钱的时候也偶尔上半点中课。漂亮，高鼻子，大眼睛，腮向下溜着点，板着脸笑，所以似笑非笑。到没要笑儿笑的时候，专为斩裂口中的白牙，一举一动没有不像电影明星的。约翰·巴里莫尔，注：约翰·巴里莫尔 ，John Barrymore 1882，当时的美国电影明星，是圣人，是上帝。头发分的讲究，不出门时永戴着压发的小帽垫。东郊民向俄国理发馆去理发，因为不会说英语，被白俄看不起，给了1块5的小账。第2次再去白俄，感情也说中国话，而且说的不错。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服，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3份小报，不知道国事，专辑影戏园的广告，非常的和蔼。对于女的也好生个闷气，对于父亲，回家了就是讨厌回家，而又不得不回家来。学校罢了课，不晓得为什么，自然不便参加任何团体的开会与工作上天津或上海吧，手里又不那么富裕，况且胆子又小，只好回家，虽然12分不痛快。第1个讨厌的是父亲，第2个是家中的硬木椅子，封建制度的灰质。母亲无所谓，馅儿书房里有地毯，可以随便烧几个窟窿。网台雨里扔烟卷头太费事。张大嫂对天真有点怕，母亲对长子里当如是，况且是这么个漂亮，心是吕洞宾似的大儿子。儿子回来了，当然给弄点好吃的。问儿子，儿子不说，只板着脸一笑，无所谓，自己设计吧，又怕不合儿子的口味。儿子是不好伺候的，因为儿子比爸爸又违心着10几倍，高高兴兴的给预备上鸡汤煮馄饨。儿子出去没回来吃饭。张大嫂一边刷洗家伙，一边落泪，还不敢叫丈夫看见。收拾完了，站在炉前烤干2个湿眼睛。儿子12点还没回来，妈妈当然该等着门。1点半，
儿子回来了。呵，妈，干嘛还等着我呢？露了露白牙，你看，我不等门，你跳墙进来呀。好了，妈，赶明不用再等我，你不饿呀？妈妈看着儿子的耳朵冻得像2片山茶糕，老穿这洋衣裳，多么薄薄啊！不饿，也不冷。里边有绒巾子吗？来看看，绒有多么厚。儿子对妈妈有时候就得宽大一些，像逗小孩似的逗逗。可不是，真厚，26块呢。账还没还地道英国货，不去看看爸爸？他还没看见你呢。妈妈眼中带着恳求的神气。明天再说，他准得睡了。叫醒他也不要紧呀，他明天起得早，出去的早，你又不定睡到什么时候。算了吧，明天早早起。儿子对着镜子向后抹撒头发，光润得像个漆光的槟榔勺嘛。睡去吧。妈妈叹了口气，去睡。儿子戴上小帽垫，坐在床边上，哼唧着一对爱的鸟，一边剥蜜柑，顺着果汁的甜美，板着脸一笑，想象着自己像巴里木耳。张大哥对于儿子的希望不大，北平人对儿子的希望都不大，只盼他成为下得去的，有模有样的，有一官半职的，有家有室的，一个中等人。科长就稍嫌过了点，进中学的教职员又嫌低一点，局子里的科员，税关上的办事员，县衙门的收发主任，最远的是通县。恰好不高不低的正合适大学，不管什么样的大学毕业，而后闹个科员，名利兼收。理想的儿子做事不要太认真，交际可得广一些，家中有个贤内助，最好是老派家庭的，认识些个字，胖胖的，会生白胖小子，天真的大学资格是一定可以拿到手的，即使是旁听生，到时候也得来张文凭，有人情什么事也可办到。毕业后的事情有张大哥在，不难。教育局、公安局、市政局全有人。婚姻是个难题，张大哥这4、5年来最发愁的就是这件事儿，自己当了半辈子媒人，要是自己娶个窝窝头样的儿媳妇，那才叫一跤摔到西山去呢。不过这还是就女的一方面说，张大哥难道还找不到个合适的大姑娘？天真是块心病。天真的学业虽然5次没考上中学，是因为人情没拖到家，可是张大哥心中也不能不打鼓天真的那笔子，那露白话加白字的文章，张大哥未免寒心。别的都不要紧，做科员总得有笔拿得出手的字语文章，自然洋文好也能做科员科长，可是天真的洋文大概连白字也写不出几个。人情是得托本事，也得多少有一点。张大哥还不是一省的主席，能叫个大字不识的人做县知事，这是块病。万一天真真不行，就满打找住理想的儿媳妇又怎样呢？还有天真的行为也来得及，说他是革命党，屈心，不是，他又一点没规矩，没准稿子。说他硬，他只买冰鞋而不敢去滑冰，怕摔了后脑海。说他软，他敢向爸爸立冷眼睛。说他糊涂，他很明白；说他明白，他又糊涂。张大哥没有法子把儿子分到哪种哪类中去，换句话说，天真在他的天平上忽高忽低，没有准分量。心病
没法对外人说。知子莫如父，而今父亲竟自不明白儿子。天平已经有一端忽上忽下，怎叫那一端不低昂不定，没法给儿子定亲。天下还有比这再难堪的事儿，没有不给他订婚。万一他张大哥把2只眼一起闭上了。提到财产，张大哥自从23岁进衙门到如今，已做了27、8年的事儿，钱没剩下多少。虽然事情老没断过，手头看着也老像富裕。手头看着富裕，正是不能剩钱的原因。架子知道那块是没法省钱的，诚然，他没有乱扔过一个小童子。张大嫂没错，花过100钱，可是一顿涮羊肉就是5、6块。要请客，做客员能不请客吗？就得连香菜老醋都买顶先顶高的。自然5、6块一顿火锅，比12块一桌菜，连酒饭车钱和小账就得20来块的，省得多了。可是5、6块到底是5、6块。况且架不住常吃儿女的教育费是一大宗，儿女又都不是省钱的材料，人情来往又是一大宗。况且张大哥是以出份子赶份子为荣的，他那年办40整寿的时候，整整进了1000号人情，这是个体面，绝大的体面。可是不照样给人家送礼，怎能到时候有1000号的收入？北平人的财产观念是有房产，开铺子是山东山西。现在添上了广东老人们的事儿，地亩限于祖产和祖坟，买空卖空太不保险。上万国处金是个道，可是也不一定可靠。只有吃瓦片是条安全的路。张大哥有3处小房，连自己住的那处在内，当个科员能治买3处小房，在他的同事的眼中，这不亚于一个奇迹。天真以为父亲是个财主，对秀珍提到父亲的时候，他的头一歪，那个资本老头，他不知道父亲有多少钱，也不探问。父亲不给钱，他希望共产；父亲给钱，他希望别共了父亲的产，好留着给他一个人花。钱到了手，他花3、4块理个发，论半打吃冰激凌，以10个为起码吃橘子，因为听说外国的青年全爱吃冰激凌与水果。这些经常费外，还有不言不语，先斩后奏的临时费，先买了东西，而后硬往家里送账条，资本老头没法不代偿。这叫做不流血的共产法。女儿也是块心病，不过没有儿子的那样大。女儿生就是赔钱货。从喜3那天起，已打定主意为他赔钱赔上20年，打发他出嫁。出嫁之后还许回娘家来掉眼泪，这是谁也没办法的事儿。老天爷赏给谁女儿，谁就得唱出义务戏，指着女儿发财是混账话。张大哥不能出售女儿，可是凭良心说，义务戏谁也是捏着鼻子唱，到底是儿子。只要不是马蜂儿子，天真是不是马蜂儿子？谁敢断定？天真回来的那天，资本老头一夜没睡好。3、天真的特点：懒惰。和妈妈定好第2天早起，爸爸上了衙门，他还正做着最好的那个梦呢。10点半才起来，妈妈特意给定下的豆浆，买下顶小顶脆的油炸圈、洋白糖，又怕儿子不爱喝甜浆，另备下一碟老天意的8宝酱菜。儿子起来了，有打哈欠，
到擦完雪花膏1点40分钟的功夫，妈妈去收拾屋子。爸爸是资本老头，妈妈是奴隶。天真常想到供爸爸的产，永远没想到释放奴隶妈妈。没人能信这是那么漂亮人的卧室。被子一半在地上，烟卷头都是自行烧进的，把茶碟烧了好几道黄油印，地上扔满了报纸，报纸上扔着橘子皮、木梳、大刷子。小刷子枕头上放着篦子，拖鞋上躺着生发油瓶，茶碗里有几个橘子核，换下的袜子在痰盂里练习游泳。妈妈皱了眉。天真是地道出淤泥而不染，和街坊家王二嫂正是一对儿。王二嫂的被子能整片往下掉泥，锅盖上清理的下来1斤肥料。可是一出门脸擦得像个银娃娃，衣裳像些嫩莲花瓣，自腕以上，自向而下皆泥。妈妈最不佩服王二嫂，可是恰好有这么个儿子。可是妈妈闻着儿子睡衣上的汗味，手绢上的香水与烟卷味，仿佛得到些安慰。这么大，这么魁梧而又大妞儿似的儿子，妈妈抱着枕头想了半天女儿的小苹果脸，那一笑，妈妈的眉头散开了。看满地的乱七八糟，都有些意思，只盼娶一个漂漂亮亮的儿媳妇，可不要王二嫂那样的。妈妈收拾完了，儿子已早把豆浆等吃了个净净。妈，老头这几天手里怎样？天真手插在裤袋里，挺着胸，眼看着捧，脚尖往起欠，很像电影明星。又要钱，妈妈不知是笑好还是哭好。不是，得做一身礼服，我自己不要钱。有个朋友下礼拜结婚，请我做伴郎，得穿礼服，也得20-30块吧。天真笑了，板着脸，肩头往上端，别叫100听见，这还是长礼服。那和爸爸说去吧。据我想，为别人的事不便，不能就穿一回。不是，你自己说去吧。妈妈不肯负责，儿子更不愿意和爸爸去交涉。您和爸爸有交情，给我说说。儿子忽然发现了妈与爸有交情，牙都露出来。臭小子，我不和他有交情，和谁有？妈拿笑补足后半句。儿子又露了露牙。劲儿一想，妈妈大概是肯代为交涉了，当把笑扩大一些，张了张嘴，吸进些带着豆浆味的空气。晚上爷儿俩见着面。天真吸烟，没话可讲。张大哥吸烟，没话可讲。天真看着蓝烟往上升，张大哥斜眼看着烟斗，好大半天。张大哥觉得专看烟斗是办不了事的。天真，你还有多少日子就毕业了？至多1年吧。天真一点也不准知道什么时候毕业，毕业后怎样呢？顶好上西洋留学。天真怔了，正阳裤缝。哼，张大哥又看着烟斗，呆了老大半天。去学什么呢？到外国再说。也别说近来很喜欢音乐，就研究音乐也不坏。学音乐将来能挣多少钱呢？艺术家也有穷的，也有阔的，没准儿。是张大哥最忌讳的3个字，但是不便和儿子辩论。又呆了半天。据我看，不如学财政好。财政也行，那么您一定送我留洋了。天真立起来，我并没那么说。上外洋1年得多少钱？还不得2-3千。天真约摸着说，记得李正华在巴黎1年花6000。
可是他养着3个法国姑娘，设若养一个的话，3000也许够了。张大哥不便于再说什么。儿子，敢像这样家境的老子，一年要3000定不是个明白儿子，也就不必废话。天真也不便再说，给父亲一个草案，以后再慢慢推进资本老头的钱，不能像流水那么痛快。水仙好啊，今年还是您自己晒的？天真一阵明白，知道讨资本老头的喜欢是要去留洋的第一步，而夸奖老头自己晒的水仙是讨喜欢的捷径，不算十分好。资本老头的眼从烟斗上挪到儿子的脸部，然后沉着气立起来，不算十分好。走到水仙花那里，用手在花苞的下面横着一笔，去年的才这么矮，今年的长黄了，屋子还是太热。您没养洋水仙花，今年天真心里直暗笑自己太慢，非到阴历2月初开不了。而且今年也珍贵4毛5分钱一头，玩不起。可是好啊，上面看花，下面看根，养好了，根子这么长。前天才听说，洋水仙开过后，等叶子干了，把苞头朝下挂在不见阳光、干松的地方，到冬天就又能开花。是就奇怪，怎么倒挂着，烟豆头朝了下，就又能拔尖子呢？其中必有个道理。张大哥显出爱用思想的样子，把小孩子倒栽葱养着，大了准能做高官。天真觉得自己非常的幽默，而且对父亲过度的和气。爸爸觉得儿子真俏皮聪明，哈哈地笑起来。妈妈听见父子的笑声，进来向他们眨巴眼。你看，我说洋水仙倒挂起来，能再开花。天真说小孩子倒养着能做大官，哈哈哈。妈妈的笑声震下棚顶一缕塔灰，咱们可该扫房了。看这些灰，一家子非常的欢喜。临睡的时候，天真还要留洋呢。一年2、3千，志向不错啊。一个哈欠，可是也得供给得起啊。还要做礼服呢，得个整数，给人家做伴郎去。妈妈也赔了个哈欠。100，老两口谁也没再言语。第8，小赵回来了。老李知道自己的罪名快判定了，可是心中反觉得痛快些。看看小赵的，也看看太太的，他心里说，生命似在薄雾里，不十分黑，也不十分亮，叫人哭不得笑不得，应当来些日光。假如不能来阵暴风，也好吹走这层雾。看看小赵的，小赵是所长太太的人，可是并不完全替所长守着家庭间的秘密。可以说的，他便说些给同事们听，以便博得大众的羡慕与尊敬。就是闹到所长耳中去，小赵也不怕。不但是所长的官，连所长的命全在所长太太手里拿着。小赵是所长太太的人，所谓办公便是给他料理私事，小赵不怕。他回来了。全局的人们忽的一起把耳朵立起来，嘴预备着张开，等着闻所未闻，而低声叹气。说真的，所谓所长太太的私事，政治神秘不测的，往往与公事有关系，所以大家有时候也能由小赵的口中讨得些政治消息。小赵回来的前2天中，都被大众这种希冀与探听给包围住。虽然向老李笑了笑，歪了歪头，
可是还没的功夫正式来讨伐。老李等着，好似一个大闪过去等着霹雳，应当先警告太太一声不呢？老李想矫正他的鞠躬姿势，教给他几句该说的话。他似乎没有这种精神去教导个30出头的大孩子再说。小赵与其他同事的一切全是无聊，何必把他们放在心上呢？爱怎样怎样没意义。他看看太太做饭、哄孩子、洗衣裳，觉得他可怜，自己呢也寂寞。他越忙，他越寂寞，想去帮助他些。打不起精神，小赵还计划着收拾他。他可怜越显着不可爱，人心的狠毒是没办法的，他只能和孩子们玩。孩子们教给他许多有奇趣的游戏法，可是孩子们一黑便睡，他除了看书没有别的可做，哼哼几句二黄不会。给他念2段小说，已经想了好几天，始终没敢开口，怕他那个不了解，没热力，只为表示服从的。好吧，我念点小说，听不听？他终于要试验一下。好吧。老李看着书，半天没能念出一个字来。一本新小说，开首是形容一个城，老李念了5、6页。他很用心地听着，可是老李知道他并没能了解。可笑的地方他没笑，老李口腔用力读的地方他没任何表示。他手放在膝上，呆呆地看着灯，好像灯上有个什么幻象。老李忽然的不念了，他没问为什么，也没请求往下念。愣了一会儿，哟，小英的裤子还得补呢，走了，去找英的裤子。老李也愣起来。西屋里马老太太和儿媳妇咯咯咯咯的说话。老李心里说，我还不如他那一个继父，到底还有个知心的婆婆一块说会子话。到西屋去，那怎好意思？这个社会只有无聊的归尽，没有半点快乐与自由，只好去睡觉，或是到4牌楼洗澡去。出去也好，我洗澡去，披上大衣。他并没抬头，带点蓝线来，细的。老李的气大了，买线，买线，买线，男人是买线机器，一天到晚没说没笑，只管买线，哪到夫妻呢？洗澡回来，眉头还拧着。到了院中，西屋已灭了灯，东屋的马少奶奶在屋门口立着呢，看见他进来，好像如梦方醒，吓了一跳的样子，推到屋里去。老李连大衣没脱，坐在椅子上，似乎非思索一些什么不可。他也是苦闷，一定。他有婆母，可是能安慰他吗？不能。在一块儿住，未必就能互相了解。他看了太太一眼，好像为自己的思想找个确实的证据。夫妇还不能，何况婆媳？他不愿再往下想，没用。喝着酒，落着泪，跟个知己朋友畅谈一番，多么好。谁是知己？没有，就是有，而且畅谈了，结果还不是没用。睡去，一夜的大风，门摇窗响，连山